今天全世界各地的神秘预言纷纷出炉，不约而同指向一件事：2026年恐怕将是动荡不安的一年。从东方到西方，无论是泰国的灵媒、印度的占星师，还是美国的通灵者，都发出了惊人的警告。未来几个月内，是否真的会有战争爆发？一场前所未见的瘟疫是否正在逼近？甚至连去年离奇身亡的明星于朦胧，似乎都透过灵界带来了某种天机。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这些预言背后的故事，看看2026年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与转机。首先要讲的是泰国最近声名大噪的预言家普莱师傅。这位被称为泰国第一神婆的灵媒，在当地可是备受瞩目。为什么大家这么相信他？因为普莱的几次预言精准应验，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天线之灵敏。地震先见，2025年他成功预言了邻国缅甸将发生强震。果然当年3月，缅甸边境发生7级左右的大地震，与他事前的警示不谋而合。高楼倒塌，同样在去年，他曾描述过一个曼谷摩天大楼倒塌的画面。不久后，曼谷某高层建筑发生结构事故，场景与他预见的惊人吻合，洪水成真。更神的是，早在2025年初，普莱就提醒泰国人注意，年底时泰国将有一场特大水灾，地点在一个名字以泰文字母 S 开头的府。许多人当时半信半疑，结果2025年11月下旬，泰国南部真的遭遇300年一遇的大洪水，重灾区正是宋卡府 Songkhla， 泰文 S 开头。而当时新闻画面中的灾情与普莱先前描述的情境高度重合。因为有这几桩战绩打底，当普莱最近在节目受访时语气凝重地表示2026年恐怕会比2025年更凶险时，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他到底说了些什么惊人的预言呢？首先，普莱警告，今年可能会出现极端情况，也就是火灾、水灾与战争尽可能同时发生。火灾和水灾指的是剧烈的天灾，比如严重的火灾、洪水，而战争二字更是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如果这3种灾难一起出现在同一时间，那将是多么混乱可怕的局面。接着，他特别提醒航空安全问题。普莱指出，2026年与飞机相关的事件都会非常惊人，恐怕会发生严重的航空意外。因此，他郑重呼吁各大航空公司务必要做好飞机的维护与安全检查。这番话令许多经常搭机出差或旅游的人心中忐忑，难道今年会有重大空难发生吗？当节目主持人追问他，今年会不会有令人震惊的新闻事件，只见普莱脸色凝重，低沉地回应了一个词：是的。现场空气仿佛瞬间凝结。他随即补充说，他无法确知那惊人事件会发生在何处，只是真心希望它不要发生，还说了一句，希望这只是我的一场梦。短短一句话，透露出他对自己所见画面的恐惧与不安。然而，让人脊背发凉的是，普莱话锋一转，提到了比战争更可怕的东西。他强调，2026年最可怕的并不是战争本身，而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新东西。什么新东西能比战争还可怕？普莱随即揭晓了答案，一场前所未见的新疾病。是的，在普莱看来，今年可能出现一种全新的传染病。他形容这种病结合了古老病毒的特性和人为实验室改造的成分，具有极强的传染力和危险性。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普莱明确指出，这场疾病的源头并非来自大自然，而是人为。换句话说，可能是某种人工制造或释放的病毒。听到这里，许多人马上联想到过去几年的新冠疫情，但普莱暗示这将是比新冠更可怕的未知病毒。他甚至用了从未见过的新东西这样的词汇，可见此疫病的怪异与凶险程度将超出我们的经验。面对接连抛出的沉重预言，普莱也给出了一些忠告。他提醒大家不要坐以待毙，提前做好基本的准备绝非坏事，比如准备急难救助包，储存粮食和饮用水，以备不时之需。他解释说，他并不是要引起民众恐慌，而是希望大家提早防范。这位泰国神婆强调，他自己不是算命师，
也不是占星师，他只是个负责翻译讯息的人，将灵界的提醒如实传达给世人。在泰国的传统文化中，有这么一种观念，当不祥之事被提前说出，引起公众警觉后，透过人为的防范与避险，事情未必会按照原本的预言发生。普莱正是抱持着这样的信念，把他从灵界接收到的警示公开，希望人们警醒，从而减轻灾难的冲击。那么，普莱提到的那些令人心惊的预言线索，能不能找出更具体的含义呢？他在受访时还抛出一个谜题，他警告今年上半年千万不要去3个地区旅游，并只给出了3个神秘线索字母 H、J、T， 不说地名，仅给代号，这可是吊足了大家的胃口。节目一播出，网友们立刻展开了各种猜测。H 代表哪里？有人猜可能是香港 Hong Kong， 也有人联想到夏威夷 Hawaii， 两地名称英文都以 H 开头，而且都是热门旅游地。J 代表哪里？大多数人认为应该是日本 Japan， 因为日文国名 Japan 的首字母是 J， 也有人提出可能是印尼雅加达 Jakarta 的 J。 不过日本作为亚洲最常被提及的 J 开头国家，呼声最高。 T 又是指哪里？许多人都认为 T 国很可能就是台湾 Taiwan， 毕竟在华语圈的网络讨论中，经常用 C 国代表大陆， T 国暗指台湾，以避免某些敏感词。普莱的预言面向泰国及全球华人听众，他不便明讲台湾，但用 T 来点出，很可能就是要提醒台湾。这3个地点的猜测如果正确，那就非常耐人寻味了。香港、日本、台湾全部都是东亚地区的重要地名，而普莱不建议上半年去这些地方旅游，是否意味着这些地方在上半年极可能出现危险？他没有明说，但结合他之前提到的战争、航空意外等预言，不禁让人联想，会不会正是在亚洲这一带有潜在的军事冲突或灾难风险？尤其台湾是否真的可能在近期卷入战争？其实不只是普莱，放眼全球，近期各路知名预言家都释出了对2026年的警告，而且许多内容出奇的相似，仿佛世界各地不同背景的人都看到了类似的未来图景，这难免让人心惊。难道真有大事将至，连预言者们也不约而同地感应到了？先来看看欧洲的传奇预言家盲眼龙婆巴巴万加。这位已故的保加利亚女性预言家虽然在1996年离世，但她过去留下的预言中已有许多惊人命中，包括苏联解体、911事件等，因此在国际上赫赫有名。如今每当进入新年份，她的预言总会被拿出来对照，而针对2026年，龙婆的预言内容也再次浮上台面。天灾方面，巴巴万加预见2026年会发生多起毁灭性的自然灾害。他提到可能会有龙卷风、海啸或地震等极端天气事件，而且最可怕的是，这些灾难可能同时出现，甚至产生地震加火山爆发的连锁效应。这种毁灭性组合再加上其他极端气候影响，将对全球约 8% 的地区造成严重冲击。 8% 听起来好像不多，但换算一下，地球陆地的 8% 相当于整个欧洲的面积，可见灾情范围之广。世界局势方面，龙婆预言2026年将迎来非常混乱的局面，其中最令人忧心的是，他提到第3次世界大战的可能。他预警一场涉及多个世界强权的大规模战争将于2026年爆发，战火可能蔓延至多个大陆，全球政治局势将因此严重不稳，紧张升高。换言之，他看到了世界大战级别的冲突隐患。具体地缘细节，有传言指出，巴巴万加曾说大陆将接管台湾，而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将出现直接对抗。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没错，这几乎就是台海冲突引发中美俄卷入的格局。如果中国大陆真的动手，武力犯台，台湾被接管，那美国势必要有所行动。俄罗斯作为中国的战略伙伴也可能掺和，一来一往，正是一幅大战爆发的场景。经济方面，龙婆还预言了新的全球经济危机。他提到2026年可能出现第3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至少是一场重大经济衰退。这可能包括股市崩盘、恶性通货膨胀，甚至货币体系的瓦解。在战争阴影下，
经济剧烈动荡并不奇怪。如果战争与经济危机双重爆发，那真是对人类承受力的巨大考验，意想不到的事件。此外，88万家居然还提到人类将在2026年与外星智慧生命有首次接触。他相信2026年11月会有一艘巨大的太空船进入地球大气层，人类可能因此与未知文明取得联系。这预言听起来颇为科幻，不过也侧面反映出他眼中的2026简直是灾难与歧视并陈，连外星人都可能登场的多事之秋。龙婆的预言已经很惊悚，但巧合的是，其他预言家给出的讯息和他的某些预测不谋而合。比如法国的著名预言诗人诺查丹马斯，有研究他的学者指出，在对应2026年的诺查丹马斯诗篇中，也隐约描绘出七方势力刀兵相见的画面，世界将有多个阵营陷入残酷厮杀，其中甚至可能包括台湾所处的地缘。因此，有人解读诺查丹马斯的预言为台湾将被卷入一场致命战争多国角力。虽然这些解读带有主观成分，但和前面88万家普莱的说法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指向台海局势可能引爆国际战火。再看印度的预言，最近有印度神童之称的年轻占星师阿南德也发表了他对2026年的最新预测，引起广泛讨论。阿南德强调2026年将迎来一个400年一遇的重要转折点。他在分析中点明了4个高风险国家：中国、菲律宾、北韩和日本。这几个国家在2026年特别需要注意动荡风险。值得注意的是，这4国之中，中国、日本都与台海局势密切相关，菲律宾位处南海，北韩在东北亚，也都牵动区域安全。此外，阿南德提醒2026年有3个关键时段：4月、7月和11月。可能是局势特别动荡的阶段。阿南德的预言等于给出了时间坐标：上半年末4月，下半年中7月，下半年末11月。这与普莱的提醒和其他预言家的暗示隐隐形成某种呼应。普莱说上半年要小心，阿南德特别提到4月，而稍后我们将谈到的美国预言则甚至瞄准了一个更精确的时间点。总之，在这些不同文化的预言中，2026年都被描绘成一个暗潮汹涌、危机四伏的年份，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大家都在敲响警钟。聊完了东半球的预言，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西方。美国这边也有一位颇具话题性的通灵预言者，他的预见更直接涉及战争与瘟疫的细节。我们说的是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退休警官马蒂·布里登 Marty Breeden。马蒂的故事很传奇，他原本是一名普通警官，据称在一次濒死经历 NDE 之后，突然开启了某种异于常人的感知能力，开始接收到未来图景。虽然很多人对此将信将疑，但马蒂过去分享的一些意象有相当程度的应验，因此他在预言圈小有名气。而这一次，马蒂所看到的未来画面更加具体惊人。他声称自己清楚地看到了瘟疫爆发的时间点，也就是说，他不仅感知到会有大规模疫情，甚至知道大概会在何时降临。这点和普莱的预言形成有趣对比。普莱知道会有 X 疾病来袭，但没透露时间，而马蒂似乎把时间给补上了。马蒂到底预见了什么时间呢？根据一些转述，他提到2026年将出现一个最危险的月份。虽然他在公开场合没有明讲是哪一月，但不少分析者推测很可能就是今年春季某个时候。有人猜测是3月或4月左右，因为那往往是流感等疫情最容易蔓延变异的时节。而巧的是，这也落在前面阿南德提示的4月关键时段附近。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今年春天我们可能特别需要提防重大疫病的爆发。当然，马蒂的预言还不止如此，他过去在社交媒体上也曾提及一些战争与冲突的意象。有消息指出，马蒂曾暗示美国本土未来可能遭遇战争威胁，甚至本土攻击，而且全球局势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恶化。这些话没有得到官方证实，但在预言爱好者圈子里流传，引起不少讨论。如果把普莱、88万加、阿南德、马蒂这几位东西方预言家的讯息拼合起来，我们会发现一个可怕的图景。
2026年前半段，世界面临着台海战端一触即发，瘟疫同步酝酿爆发的险境。战争与瘟疫这两大灾厄若同时降临，人类社会将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混乱。而现在就有迹象显示，这一切并非空穴来风。最直接的迹象就来自目前的中国大陆。进入今年冬季以来，中国多地的流感疫情突然大幅升温，医院里人满为患。根据中共疾控中心自己公布的数据，今年的流感季是近4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感染率激增，而且许多患者症状来势汹汹，高烧不退，让人隐约觉得不同寻常。然而，更诡异的现象出现在去年11月底开始的夜空中。有报道指出，从11月下旬起，中国大陆足足有10多个省份的居民发现深夜时分天空中有大量无人机飞行。这些无人机通常在半夜3更出没，没有亮明标识，在城市上空反复盘旋，对着居民区喷洒某种无法确定的液体。这些场景被许多惊疑不安的民众用手机拍了下来，上传到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试想，黑夜里，一架架无人机在头顶低空飞过，发出嗡嗡声音，然后洒下一阵阵雾状液滴，这是何等令人毛骨悚然的光景。官方没有对此做任何公告说明，因此民间流传着各种猜测。有人说，这可能是地方政府在偷偷进行防疫消毒作业，因为当时流感在各地爆发，他们或许用无人机空中喷洒消毒水或者杀菌剂，希望深夜作业不影响白天秩序。但也有人提出质疑，如果是正当的防疫消毒，为何不提前通知市民？而且中国从未大规模用无人机半夜全程消毒过，这种做法前所未闻。更让人不安的是，许多经历过无人机消毒的居民反映，在无人机喷洒之后，空气中残留一种奇怪的烧焦味，随后不少人出现了头痛、发烧、恶心等身体不适症状，而且这些症状持续了10多天，仍未痊愈，比一般流感还缠人。这些反常情况让大家不得不怀疑，那些深夜无人机到底在撒什么？真的是无害的消毒药剂吗？怎么闻起来焦臭刺鼻，还让人久久生病？谣言很快四起，有网友胆战心惊地猜测，该不会是有人在偷偷投毒吧？甚至有激烈的说法认为，这会不会是某种生化武器试验，或者预先投放病毒的行动？因为无人机涉及面广，不可能是个别恶作剧，一定有统一部署。而官方对民间的种种提问与恐慌保持沉默，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这反而加深了人们心中的恐惧和猜疑。事情传得沸沸扬扬之际，连灵异圈的人士也坐不住了。去年12月11日，一位活跃的台湾灵性博主，网名昵称仙女星系的絮语，干脆动用通灵手段来探查此事的真相。他在自己的节目中冥想连结了大天使拉斐尔。在西方传统中，拉斐尔是掌管疗愈的高阶天使，如果涉及疾病瘟疫，他或许最有发言权。这位博主请教拉斐尔，那些深夜无人机喷洒不明液体到底是在做什么？根据这位博主之后的转述，大天使拉斐尔给出了相当直接而惊人的回答，本质上这就是一场可怕的生化攻击。拉斐尔表示，在那些无人机喷洒的液体中含有经过人为改造的病毒成分，不是天然产物，其目的就是提高病毒的致病性与感染力，让更多的人容易生病且更难痊愈。也就是说，有人在散播让人久病不愈的东西，而这种恶意行为显然违背天道，难怪会惊动神界来揭露。拉斐尔还进一步指出，当前整个地球正处于一个极其关键的转折期，特别是从2025年到2027年这3年。而最近发生的这些骇人事件，如深夜无人机、生化疑云，都和中国在此刻所面临的命运转折高度相关。言下之意，中国正在经历一场重大的变局，而瘟疫可能正是这场变局中的一环。天使的这番揭露令人背脊发凉，若其所言属实，那意味着最近中国的怪异疫情并非自然爆发，而是人为刻意策划。有人也许会问，谁会疯到在自己国土上释放病毒，害自己人民？但历史上苦肉计并非没有先例。有阴谋论者认为，或许是某些势力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或创造非常状态，不惜引爆一场疫情来达成政治目的。
这种推测听起来骇人听闻，却并非全无根据。至少拉斐尔的灵讯和普莱的预言都划出了同样的重点，一种人为的致命疾病正在酝酿。如此看来，普莱口中的那个从未见过的新东西，很可能就是这场人造瘟疫。而他强调2026年最可怕的不是战争，而是瘟疫。或许正是因为战争的导火索之一其实就是瘟疫。想象一下，如果在社会陷入瘟疫肆虐的混乱时，中共当局会作何反应？历史告诉我们，集权政府往往会选择对外挑起冲突，以转嫁危机。所以一旦国内问题压不住，台海局势反而更危险。对内用瘟疫控制人民，对外用战争激发民族主义，可能就是某些人的生存策略。现在我们把目光再度投向台海局势本身，毕竟我们的影片标题就直指这一点。3个月内 C 国 T 国开战。前面综合各种预言已经看到，台湾确实被多方点名为可能发生大事的地区。那么究竟有多大的概率在短期内爆发两岸军事冲突？在这方面，来自英国的预言家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给出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剧本。帕克是当今欧美颇受瞩目的预言家之一，他曾成功预言川普当选、英国脱欧，甚至俄乌战争等，因此拥有不少粉丝。帕克在去年底，西元2025年12月30日，发布了一支影片，专门预言2026年的世界走向。他开门见山地将2026称为清算之年，并且特别提到一个重要时间节点2月。帕克说2026年2月左右将是世界局势的转折点，恰巧2月17日是农历新年，届时生肖将从兔转马，进入中国传统所称的火马年。火马年在东方被视为多灾多难的年份，60年一轮回。而上一次火马年是1966年，那年中国爆发了10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如今60年过去，一个甲子轮回，帕克暗示2026年火马年天下大乱，大灾大难恐将重演。具体到台海，帕克预言在台湾海峡可能会出现一起飞机或潜水艇相撞的事件，从而引发战争。这个细节非常生动，一下就让人脑补出紧张画面。也许是一架飞机在台海上空遭到击落，或是一艘潜艇在台海水域发生冲突，这将成为战争的导火索。帕克进一步说，日本也会被卷入这场冲突，这点与普莱提示的这国有难不谋而合。这国及日本很可能因同盟关系或地缘因素而介入台海战事。如果台海真的开打，帕克对后续走向的预见更加石破天惊。中国将在这场战争中遭受重创，经济崩溃。他甚至预言，中共最高领导人将因此下台，随后整个中国会分裂成许多小国，最终这些地区会像欧盟那样组成一个联盟式的新国家，实行民主制度，边界开放，人们可以自由交流贸易。一言以蔽之，帕克看到了中共政权在战争中垮台，中国政局翻天覆地的景象。这番预言可谓惊世骇俗。然而有意思的是，他和之前88万家的说法竟有某种互补印证的味道。88万家说大陆接管台湾，世界大战，全球经济衰退。帕克说中国因战争崩溃，政权更替，社会重组。两人角度不同，时间线稍有出入，但都指向台海冲突引爆东亚乃至全球大乱局，以及中国自身在劫难逃。而经济层面，帕克预言中国经济崩盘，中共垮台，88万家则预言全球金融危机，不约而同地把2026形容成旧秩序崩解之年。如果真如他们所言，那将是我们这一代人从未见过的大巨变。要知道，中国是当今世界第2大经济体，13亿人口，一旦政局巨变，其影响之深远难以想象。这也让人想到一句中国俗语，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或许多年的因果，诸多隐伏的矛盾，都可能在2026年这个清算之年集中爆发出来。谈到这里，许多人可能心情沉重，甚至有些绝望了。难道未来只剩战争、瘟疫、崩溃与混乱吗？其实，预言中的未来并非全然漆黑一片，有些预言家同样看到了一线光明。就拿帕克本人来说，
它的特色之一就是预言灾难，但也预言希望。他在描绘完那些战争与动荡后，特别强调劫难并不可怕，因为大灾之后必有大福。他相信人类将从苦难中觉醒，在巨变后迎来新的繁荣与和平契机。帕克并非唯一持这种观点的人。印度的纳迪叶解读师们，帕克提到他曾去请教的印度预言家，同样一面预见灾祸，一面为世人祈祷，希望透过人类的努力改变未来走向。泰国的普莱也是以提前预警来减轻灾难发生的可能性。这些预言背后其实隐含着一个共同信念，预言的目的不是让人坐以待毙，而是唤醒人们主动去改变命运。在讨论如何清算、救秩序、揭穿谎言这方面，有一件发生在2025年中国的离奇事件不得不提，那就是于朦胧坠楼案。这起事件既是娱乐圈的谜团，也是坊间公认的黑幕案件。令人意外的是，它也隐隐和预言界产生了联系，甚至被形容为于朦胧从灵界带来的天机。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先简述事件。于朦胧是一位中国大陆人气男演员、歌手，生于1988年，出道以来形象阳光，事业顺利。岂料2025年9月11日凌晨，于北京出席一场私人聚会后，于朦胧被发现从所住公寓5楼坠落身亡，年仅37岁。消息一出，举国震惊。当天傍晚，他的工作室发布公告证实死讯，并恳请外界给予家人空间。官方对此事的结论是酒后失足意外坠楼。警方声称，经现场调查和尸检，初步排除他杀嫌疑。然而，这种草草定性的处理，非但没平息外界质疑，反而引发更多猜测与不满。一时间，网络上众说纷纭，许多人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为何大众不相信这是单纯意外？因为疑点实在太多了。根据坊间流出的零星消息，于朦胧坠亡案牵扯出复杂的人脉与黑幕，神秘饭局与失联。传闻于朦胧在出事前几天被某大人物邀请参加了一个饭局，有人说那是个圈内权贵的私人派对。之后的几天，他疑似与外界失联，有传言称他在那几天遭到限制人身自由。USB 机密，网上疯传一种说法，于朦胧手上掌握了一个 USB 随身碟，里面藏有某些高层人士的惊天罪证，例如涉及洗黑钱的机密资料，他因此成为被灭口的目标。这传闻无从证实，但广为流传。暴力与他杀嫌疑。更惊悚的爆料称，于朦胧在死亡前曾遭受长达数日的软禁拷打，期间受到非人虐待。等到人不行了，对方布局制造出醉酒坠楼的假象。有匿名网友列出了所谓14大疑点，包括他的伤痕、手机遗失、现场监控缺失等等，指向这并非单纯意外。官方冷处理，警方虽迅速结案，但却未公开完整调查报告，对网上讨论也严加管控。不但相关话题被降热度，一些知情人发声后也很快晋升，让人更加怀疑是不是有高层指示压下此案。总之，于朦胧之死在中国成了一个禁忌又扑朔迷离的话题，很多普通人感到悲愤。一个年轻明星就这样不明不白走了，如果真有黑幕，难道就永远没人为他讨回公道吗？然而，正如那句话，天理昭昭，疏而不漏，不少人相信此案终有真相大白的一天。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对于朦胧案的真相，预言界也插手进来了。刚才提到的帕克在预言2026是清算之年时，有一条重点，许多谎言将被揭穿，许多真相会曝光。有预言爱好者就联想到，会不会于朦胧案就是其中一桩要被揭穿的惊天谎言。不仅如此，前面我们说到印度最神秘的预言流派纳迪叶，恰好就有纳迪叶解读师声称，他们在古老的预言梵文叶片中看到了于朦胧事件的结局。据说纳迪叶的记载显示，在2026年3月至6月期间，朦胧案的真相将以某种另类方式浮出水面。所谓另类，或许指的不是透过官方调查，而是透过其他意想不到的渠道或爆料。如果这个预言成真，那真是峰回路转，正义昭彰。想象一下，
也许会有关键证人突然现身，或是一份影像录音曝光于世，揭开幕后黑手的面目。总之，就是现在被压下去的真相，终究会在2026年上半年大白于天下。这无疑呼应了帕克的清算主题，过去的罪恶将被清算，隐藏的真相将受审判。更巧妙的是，许多人发现朦胧这两个字本意就是模糊不清，于朦胧案如今真相不明，正如它的名字一样朦胧。但如果照预言所说，几个月后真相大白，那岂不是朦胧模糊，即将告别人间，尘埃落定？这也难怪有预言视频以只剩几个月，朦胧将告别地球，人间大劫倒数为题，暗喻朦胧之物散去的时刻，就是人间大灾结束倒计时的时刻。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却也给人一丝痛快，因为至少冤死者的在天之灵也许可以瞑目，而整个人类社会也将因清算黑暗而迎来新生契机。有人大胆猜测，或许于朦胧的在天之灵也在冥冥中协助这一切。毕竟假如真有灵界，他年轻冤屈的离世，灵魂必然不甘。也许正是他透过某种灵界渠道，把关键的天机讯息传递给了世人，比如通过纳迪叶，或者通过其他通灵者来揭露自己的死因和背后黑幕。这将是于朦胧留给世人的第一条来自灵界的天机，那就是再浓的迷雾也终将散去，真相与正义终将来临。当然，以上关于朦胧案的预言性解读，目前还只是种种推测，最终会如何，还需要时间去验证。我们唯有拭目以待，看看2026年上半年是否真有爆炸性的真相公诸于世。到这里，我们盘点了许多骇人听闻的预言，有关战争的，有关瘟疫的，有关经济崩溃的，甚至还有黑幕揭露与外星接触等等。难怪有人会感叹，2026年简直像末日小说般可怕。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预言？是陷入恐慌，还是嗤之以鼻，一笑置之？首先需要强调的是，预言并非铁板钉钉的命运宣判。正如普莱等人所说，预言的意义在于让我们提前知道可能性，从而有机会改变未来。既然灵界好心送来了这些预警讯号，我们不妨将信将疑，留个心眼，但也不必惊惶失措，自乱阵脚。对于可能的灾难，我们可以做哪些务实的准备呢？居安思危，备而不用。就像普莱建议的，准备一些紧急物资总是好的，家中备一个紧急医药包、手电筒、收音机、瓶装水和干粮等，以防万一。这在任何灾害中都用得上，哪怕最后平安无事，这点准备也不算浪费。关注国际局势，如果台海局势持续紧张，旅行计划就要审慎评估，尤其避免去可能的热点地区。如果真的出现突发情势，保持冷静，遵从官方疏散指示，对谣言要有判断，不轻信煽动，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瘟疫方面，除了物质准备，更要注意卫生习惯和身体健康，提高免疫力，多运动，备好常用药品。当流行病有苗头时，该戴口罩就戴口罩，该减少聚集就主动配合。经过新冠疫情的洗礼，我们对这些已不陌生。财务应对，面对可能的经济动荡，个人也可提早做好打算，例如避免过度负债，适当储蓄一些应急资金，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等等，以免金融风暴来时手足无措。心态上也非常重要，既不可掉以轻心，也不必过度恐惧。历史上关于末日的预言层出不穷，但人类都挺过来了。许多时候，正是因为人们提前警觉，采取了行动，才避免了最坏的情况发生。就拿冷战时期来说，不也是充满世界末日核战的预言吗？但最终大家保持克制，世界没有毁灭。我们可以将这些预言视为对未来的警示，而非绝对的宿命。回到2026年的图景，或许接下来的日子，新闻里会充斥越来越多紧张的消息，这边战机擦枪走火，那边疫情卷土重来。但我们要记得，越是乱世，越要保持理性与善良，不造谣，不信谣，不被仇恨煽动，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也帮助周围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最终能度过劫难的，往往是那些冷静、团结而有爱心的人类群体。让我们也怀抱一点希望，就像帕克说的，
大灾之后有大福，或许2026年的种种劫难正是人类觉醒和转变的契机。黑暗过后是黎明，否极泰来，这些道理自古皆然。如果我们能挺过这几年的风雨，也许等来的将是更清明的世界局势，也许战争的阴霾散去，国与国找到新的和平共处方式，也许瘟疫让我们研发出更先进的医疗科技，反而促进文明的进步。也许经历经济震荡后，人们会反思贪婪，建立起更健全公正的经济秩序。最后再回到预言本身，普莱用勇气告诉了我们坏消息，但也给出了避免之道。88万家描绘毁灭图景的同时，也看到了人类探索宇宙的新可能。帕克警示大乱将至，但相信真相与光明会战胜谎言与黑暗。马蒂点出了危险时刻，让我们可以提早做好准备。纳迪叶视线黑幕毕揭，让冤魂终得安息。也许预言并不是要我们恐惧未来，而是要我们正视当下存在的问题，从而齐心协力去改变轨迹。2026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战争也好，瘟疫也罢，亦或政治经济的大地震，都可能在考验着我们人类的智慧与团结。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人定胜天，积极作为就能化解危机。请不要忘记，我们的祖先曾熬过比这更黑暗的年代，而每一次灾劫过后，人类最终都浴火重生，文明之光依旧灿烂。让我们怀着谨慎而勇敢的心，迎接着充满变局的2026年。或许预言中的灾难会来，但我们并非束手就擒的木偶，只要心存善念，保持理智，彼此扶持，我们就有机会改写那些可怕的预言，迎接属于人类的转机与新生。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每一位观看这影片的朋友都能平安度过未来的风风雨雨。让我们以行动和智慧去证明人类可以创造比预言更美好的结局。今天我们来聊聊2026年东亚可能出现的大震荡。为什么许多人都说台湾将成为全球焦点？这源自近期甚嚣尘上的一些预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英国预言家帕克的说法很明确，他直指台海在2026年前后会出现重大军事冲突。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也强调台湾最终会是安全的。2026年最新的预言讯息已经曝光，内容可谓震撼人心。难道真的如预言所言，中共政权将迎来终局？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些预言与现实迹象，看看2026年的东亚究竟会发生什么大事。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台海局势为何会成为预言焦点。过去几年，台海紧张情势不断升温，各种军事动作此起彼伏。美国前印太司令戴维森早在2021年就警告，中共可能在2027年前具备犯台能力，而2025年更被不少军事专家点名为风险高点。有人担心中共可能会在那一年伺机动武。然而，真正让台湾成为全球焦点的是地缘政治格局的巨变。俄乌战争爆发后，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台海。一旦台海有事，不仅决定两岸命运，更将深刻影响21世纪的国际秩序。正因此，各种预测和传言都围绕着未来几年台海是否爆发战端，而帕克的预言正是众多声音中分外引人瞩目的一个。帕克何许人也？他是一位英国的知名通灵预言家，据称过去曾精准预测川普当选美国总统、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等事件，因此被一些媒体称为心神鬼先知。当然，预言这种事情从来都饱受争议，但帕克的言论仍然吸引了许多人注意，尤其当他谈到东亚和中国时，他的描述细致而惊人。在帕克看来，2026年将是极其关键且充满灾难性的一年，许多重大事件会在这一年集中爆发。我们先从台海军事冲突的预言开始说起。帕克早在2024年初的一次直播中就透露，他看见台湾周边的某个外围岛屿上会出现刀光剑影。他当时形容，就像有人宣布我们夺取了你的一座岛屿那样的场景。这暗示着什么？很可能是中共对台湾控制的外岛发起了某种袭击或登陆行动。台湾有一些外围岛屿，比如位于南海的东沙群岛，或是靠近中国大陆沿岸的金门、马祖等离岛，一直被视为可能的冲突热点。帕克的预感让人联想到
中共也许会冒险夺取其中一个岛屿，以测试台湾和国际社会的反应。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帕克提到了引发冲突的可能导火索。他说他感觉到可能会有一次意外碰撞事件，一开始或许是飞机在空中相撞，或者潜艇在海中碰撞，甚至两者都有。这种说法并非凭空乱想，因为近年来台海周边已经发生多起惊险的擦枪走火边缘事件，例如中共军机多次危险贴近美军侦察机或台湾军机，有时仅几公尺之差擦身而过。中共军舰也曾在公海上对美军舰做出高速逼近、逼迫改道的动作。每一次惊险画面曝光，都让人捏一把冷汗。一旦任何一方计算错误发生擦撞坠毁，后果难以想象。帕克正是担心，终有一次这种近距离测试会出意外。试想，如果某架战机在台湾周边领空被撞下来，或者某艘潜艇在台海擦撞沉没，相关各方会不会误判为攻击行为？届时怒火上冲之下，冲突就可能一触即发。帕克甚至将这种场景类比为第3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有媒体标题将他的警告形容为台湾将爆发恐怖空难，成为3战导火线。虽然这表述耸人听闻，但仔细想想也非毫无根据。一场偶发事故如果发生在敏感的台海前线，完全可能点燃大国间的战火。然而，在描述这可怕的冲突景象时，帕克也同时给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台湾将安然无恙，最终是安全的。也就是说，即便台海发生军事冲突，最终局势的走向对台湾有利，台湾并不会被中共征服。帕克为什么这么认为？他进一步解释了他所看见的画面：当新的台湾领导人面对挑衅时，他将立场坚定，极为强硬，绝不退让。我们知道，2024年台湾举行总统大选，现任副总统赖清德胜出，将于2024年5月就任总统。赖清德在中共眼中被贴上台独工作者的标签，因此北京当局对他尤其敌视。如果他上任后，中共果真在外岛挑衅，赖清德预料会采取强硬态度，不会因威胁而改变捍卫主权的立场。帕克的预言还提及了国际反应，这点同样耐人寻味。他表示，台湾在危机时将获得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合作与支持。注意，他用的是合作与支持，而非明确说出军事同盟。这似乎暗示着，即便没有正式的共同防御条约，在重大冲突发生时，日本和澳洲也会以各种方式介入，站在台湾一边。帕克形容，他看到台湾最终拥有非常先进的空防技术，且这些技术来自与日本的共享合作。这可能意味着日本向台湾提供尖端的防空雷达、飞弹拦截系统等军事技术，但形式上可能不是直接军援，而是以技术交流合作的名义。不仅如此，他还提到其他国家也会卷入，特别是澳大利亚。他看到澳洲在该地区派遣了军舰，这一幕让人仿佛置身未来的战场。美日澳等印太盟友组成防线，共同阻止中共武力改变现状。帕克甚至对时间节点也做出推测，他觉得这种局面可能会在2024年前后开始发生。当然，2024年已经过去，台海虽然风高浪急，但尚未爆发战事。如果往后推算，2025年、2026年依然是危机潜伏的高峰期。事实上，美军将领和智库也多次推演过相似情境。例如，有说法认为2025年中共可能突袭东沙岛，或者2026年在台海挑起有限冲突，以测试美国的决心。这和帕克的预言不谋而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帕克对国际领导力的看法。他直言，当前自由民主世界缺乏强有力的领袖，他几乎数不出几个能让人真正信任，并有勇气带领世界走出困境，或与强硬对手谈判斡旋的西方领导人。这番话或许是在影射当时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现任领导者。在帕克看来，美国现任政府对中共威胁的认识不够深，或者假装看不见。相较之下，日本和澳洲反而有更强的警觉心。美国长期奉行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态度有时摇摆不定，但是日本却清楚地认知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澳洲也明白，第一岛链一旦失守，自身难保，所以帕克才会预见日本和澳洲
将更加积极地参与防卫台湾。这番分析其实和现实趋势颇为契合。日本近年大幅增加国防预算，部署长程飞弹，防卫离岛，调整安保政策，为台海紧急事态做准备。澳大利亚则与美英组成 AUKUS 联盟，要取得核动力潜艇技术，并计划增购美国高超音速武器，显示出防范中共扩张的决心。澳洲战略界有人警告，战争可能在3年内到来，将当初官方预估的10年内无战事大幅提前。原因很简单，澳洲人切身感受过中共的经济胁迫与渗透，早已心生警惕。他们担心美国未必可靠，所以必须和志同道合的亚洲伙伴加强合作。帕克预言中，日本和澳洲一道出手保卫台湾的场景，正是这种国际现实心态的反应。如果台海本来只是两岸冲突，一旦演变成多国介入，那确实会上升为亚太乃至全球焦点。试想一下，若日本提供技术，美国提供武器与情报，澳洲派出舰艇，甚至印度等国也施以援手，那么中共将面临一个庞大的国际联盟防线。这样的军事冲突不仅决定台湾存亡，也决定整个东亚力量格局的未来走向，难怪被形容为影响全球秩序的试金石。谈完军事方面，我们再看看帕克对中国内部局势的惊人预言，这一部分才真正让台湾乃至全世界投以震惊的目光。帕克明确指出，他认为2026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终结之时。换句话说，他看到中共政权在那一年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倒台。这可是一个石破天惊的预言。要知道，中共执政70余年，其统治看似稳固，尽管近年经历经济下行、防疫风波等挑战，但任何预测中共垮台的说法依然显得大胆。然而帕克言之凿凿，并给出了他看见的多重迹象，描绘了中共可能走向末日的剧本。首先是经济问题，帕克表示，中国经济的隐患正在迅速累积，2026年恐怕会成为这些问题全面爆发、引爆危机的一年。他提到了几项关键症状，包括工人被拖欠工资，制造业和地方财政陷入困境，债券违约频传，资金冻结现象蔓延，整个金融系统开始出现裂缝，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恶化，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楼市泡沫终于破裂。这些听上去几乎像经济灾难片的情节，然而我们回顾现实，会发现帕克所言非虚。202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明显，青年失业率攀升到前所未见的高位，官方甚至停止发布相关数据，以免引发恐慌。多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商相继暴雷，恒大地产、碧桂园等巨头债务违约，烂尾楼问题导致许多买房者断供抗议，地方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甚至传出部分地区公务员减薪、教师讨薪的消息。还有理财产品暴雷、银行挤兑等金融风险苗头，让金融系统开始出现裂痕。帕克提到的每一项经济乱象，其实都已在酝酿，只是尚未全面爆开。在他的预言中，2026年前后，这一连串经济脓疮将被揭开，中国多年累积的结构性债务和泡沫被迫曝光。当经济陷入乱局，失业潮来袭，金融风暴迸发，帕克强调，一旦中共失去对经济的掌控力，其执政合法性将动摇。这其实很好理解，中共长期以经济增长作为合法性基础，向人民宣称只有我们能带来繁荣。如果经济崩盘，老百姓饭碗不保，对执政者的不满就会直线上升。在中国那种体制下，经济不稳很容易迅速转变为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帕克紧接着预见，中共的政治环境也会在2026年发生巨变，他甚至用了翻天覆地一词，暗示变化之大超乎想象。他明确表示自己认为2026年就是中共终结之时。他具体提到了几个让人瞠目的细节。首先，中共常年在全球布局的影响力网络会在这一年陆续被曝光。帕克举例说，可能指的是英国方面近期揭露出多起中共渗透政界的丑闻。未来我们将看到更多跨国丑闻被揭露，涉及中共以金钱收买政治人物、渗透西方大学体系等等。他甚至提到西方社会中流行的某些觉醒运动，也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议程，背后可能夹杂着来自中国与俄罗斯的资金在推波助澜，目的在于削弱西方社会的凝聚力。
这些指控听起来像惊悚小说，但事实上西方情报和媒体近年也揭露了许多中共对外渗透的细节，包括金钱游说、文化统战、情报收集等等。帕克认为2026年前后可能会出现一次大规模的资料外泄或系统性揭露事件，公诸于世，中共输出影响力的证据。当这些黑幕被撕开后，国际上对中共的态度将更趋强硬，中共多年苦心经营的全球关系网将四面漏风。而在中国国内，帕克预见的画面更是戏剧性。他说，习近平的健康和政治权威都将在2026年明显衰退，到了2027年可能已经下台，这几乎在预告习时代的终结。帕克甚至描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细节，习近平将经历一次大型且备受争议的器官移植手术，他推测可能是肾脏移植，并暗示器官来源可能涉及死刑犯，从而引发巨大的舆论震荡。如果真有这样的事发生，其冲击可想而知。一方面，最高领导人重病需要换肾本，就足以引发权力真空的恐慌；另一方面，非法器官来源的丑闻将成为政治核弹，彻底击毁中共自诩的伪光正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坊间确实长期有习近平健康不佳的传闻，有时他露面走路姿势异样，或久未公开现身，都引发外界猜测。如果帕克所言成真，那意味着习近平可能已无法稳坐权力宝座。更惊险的还在后头，帕克预言，同一时期，中国将有一名军方或安全系统的高层人物突然失踪，随后被宣布在诡异情况下死亡。外界将普遍猜测这是一次未遂政变的结果，也就是说，那名高官可能企图发动政变但失败，被清除。这个情节可谓高潮迭起，仿佛政坛惊悚片。然而在对照现实，我们发现中共高层内斗的迹象早已存在。2023年就发生过几桩离奇的人事事件，国防部长李尚福和外交部长秦刚先后失踪，最终被免职，期间官方没有公开交代原因，引发无数阴谋论。虽然事后当局声称涉及腐败或作风问题，但很多分析认为背后牵扯习近平整肃异己、党内权斗，因此未来1-2年会不会有更大的风波？帕克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在他看见的画面里，党内派系撕裂，权力斗争在2026年将加剧到极致，甚至引发一场足以动摇政权的大震荡。尤其围绕习近平的病情和接班问题，党内会进行大规模的信息封锁和政治掩饰，各派暗中角力，你死我活。或许有人会铤而走险，试图抢班夺权。就在权斗暗流涌动之时，帕克还预言2026年前后，中国会发生一场带有天命崩裂意味的重大灾难。他举例说，可能是铁路与轨道交通系统发生严重坍塌事故，也可能与三峡大坝工程的结构风险有关。总之，将造成大量伤亡，被视为中国工程体系和政权执行能力的象征性转折点。这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难道会有高铁出轨坠桥、大桥断裂，或甚至震慑天下的三峡大坝溃决？我们无从确知。但三峡工程这几个字无疑刺痛许多人的神经。三峡大坝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坝工程，也是中共的形象工程。然而自建成以来，有关其安全隐患的讨论不绝于耳，尤其近年极端天气频发，长江流域洪水接连而至，三峡每逢汛期都面临蓄水与泄洪的两难。如果帕克暗示的灾难真与三峡有关，那将是对中共统治合法性的毁灭性打击。毕竟中国传统观念里，朝代末年常有天灾映衬政权失德，所谓天怒人怨，天命不在。所以2026年若发生严重工程灾难，势必被解读为天意，昭示中共气数将尽。让我们回头看看今年年底发生的一件真事，它似乎验证了帕克部分预言。2025年11月底，香港竟然发生了震惊世人的超级大火灾。香港大埔区一个大型住宅屋苑鸿福苑在进行外墙维修时起火，熊熊烈焰迅速沿着棚架蔓延，烧遍7栋大楼的外墙。这场火灾延烧近2天，造成超过120人罹难，数百人伤亡失踪，是香港近代史上死伤最惨重的事故之一。一时间，香港社会哀痛与震惊交加。而令人寒毛直竖的是，就在火灾发生前不久，
帕克才在节目中预言，香港将在年底有大事发生。如今回头看，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正是他的预言之应验。帕克在最新的预言中指出，他感觉香港大火背后并不只是意外事故，而是带着强烈政治意味的事件，会在香港社会掀起新一轮的指责与对峙。事实也许正如他所说，火灾发生后，香港舆论开始追究种种管理疏失和黑幕问题。有人质疑维修工程为何使用不阻燃的竹棚和尼龙网，是否有建筑商为了节省成本偷工减料，甚至有人直指香港官场存在官商勾结，制度失火，才酿成这场人祸。这些对政府的愤怒指责，显示香港市民心中积压的不满仍然强烈，并未因高压管制而泯灭。帕克进一步暗示，香港未来将难以平静，可能再次成为风暴的中心。他甚至说，高楼大火可能只是新一轮动荡的导火索，其背后隐藏着与台湾局势、区域政治联动的更大风暴。试想一下这样的场景：2026年前后，香港民众因事故真相问题与政府持续对峙，大陆内部经济困顿，官民矛盾激化，台海这边中共对外挑衅却碰得头破血流，反而激起国际反击，整个东亚局势宛如火药桶周围窜起多道火苗，彼此遥相呼应。帕克还提到一个关键角色，就是印度。他感受到中俄关系在暗中出现了微妙的扭曲，而印度将成为其中博弈的关键角色。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们不妨这样理解，帕克看见俄罗斯境内有一座大型军工厂遭到重创，这不仅仅是油田被袭击导致油价上涨的问题，而是一场更为隐秘、更具战略意味的破坏行为。他说他看到俄罗斯的军工厂正在俄境内被攻击和毁灭。帕克强调，他并不认为中国会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因此那些出现中文标示的武器残骸背后必定有隐情。例如，这是否意味着俄罗斯早就在囤积中国制武器？因为这次暴露，帕克感觉到中俄关系中存在一种微妙诡异的张力。表面上两国并非公开冲突，但私底下围绕武器市场甚至地缘影响力展开了深层博弈。他看到中俄之间的关系线条正在轻微扭曲，而印度将在这场博弈中扮演要角。帕克暗示，这种裂痕目前还不会导致中俄公开决裂，但在2026年前后可能逐渐浮出水面，成为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一个隐秘信号。可以想见，如果俄罗斯因战事不利开始对中国有所猜忌，而中国对援助俄罗斯又态度犹疑，那么原本稳固的中俄联盟就可能出现嫌隙。再加上印度崛起后在国际舞台上地位提升，整个大三角关系都在变化，这对东亚局势而言无疑又增添了一层复杂性。说到这里，我们看到帕克描绘的2026年图景是何等惊心动魄。台海有惊险一战，但台湾挺住了。中共内外交困，经济崩盘，政权内斗，政变四起，领导人重病垂危，甚至需要换肾，社会动荡，灾难频仍。香港和国际接连出现针对中共的不利事件，全球力量对比因此改写。难怪帕克用极具灾难性的一年来形容2026年。如果他的预言成真，那对中共而言将是末日狂潮，对东亚而言将是一场地动山摇的大震荡。然而，这一切真的会发生吗？还是说只是巧合与巧妙的推演？在怀疑之前，我们或许该注意到，除了帕克，许多古今中外的预言和迹象也在指向这个年份，仿佛冥冥之中有某种安排。其实早在社群媒体上就流传着奇人王恩庆的传说。这位中国大陆的命理奇人据称曾被京城权贵奉为国师级的人物。他生前对中共的未来做出过一个惊人预言，声称中共红潮的气数只有5位最高领导人将亡于一个丙火年。怎么解释呢？他指中共国旗上的5颗星星代表了中共5代党魁，分别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没有第6颗星，因为第5代党魁就是掘墓人。习近平作为第5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将亲手把共产党送进坟墓。而下一个丙火年正是2026年，2026年是丙午年，5行属火，5为马，所以也称为赤马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个说法和帕克的预言时间不谋而合。
2026年，中共建政77年，自1949年建政起算刚到终点。习近平此时满73岁，虚岁74岁。所谓73、84，阎王不请自己去。中国民间一直有这种说法，觉得人到了73或84岁是个生死关口。虽说这只是迷信巧合，但正如俗语所说，人算不如天算。更有趣的是，还有不少流传在民间的隐晦预言同样指向2026年前后，好似众星拱月般交汇于此。一部在民间秘传的奇书《铁板图》，最后一幅画面就耐人寻味。山谷间有4只黑鸟飞过去了，唯独第5只白色羽毛的鸟半途撞山而亡，鲜血淋漓。旁边还写着一行小字：白羽毛鸟儿撞死在山这边。许多人根据这句话解读，白羽毛的鸟指的就是繁体字习，因为习字上半部像羽毛，暗示习近平最终会折翼半山，飞不过彼岸。民间还有一句玄妙的老话：画江湖，实难逃。据说画指华国锋，因为华语画同音，江指江泽民，胡指胡锦涛，实在某些方言里读作西，实难逃就是说到了习近平这里，中共政权很难逃脱完结的命运。还曾流传过一个离奇的临终遗言故事，有位60多岁的老人，其母亲在文革前去世前经常在家念叨一些奇怪的话：猪死了要刮毛，刮了毛滑溜溜的；炖肉要加水，水开了要沸，最后要熄火。随着年龄增长，他陆续明白了这些话的意思。猪指朱德之死，刮毛指毛泽东去世，滑溜溜指华国锋下台，炖肉要加水里的炖字的读音接近邓小平的邓，水象征江泽民，沸的发音复，近似胡锦涛的胡，最后熄火则暗指习近平。整串隐喻把中共历任领导依次点到，结局便是熄火，习的时代大火也熄灭，中共终结。另外2002年在中国贵州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了一块震撼世界的藏字石，那是一块天然断裂的巨石，剖面上赫然刻着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据中共官方调查，这些字都是天然形成，没有任何人工雕刻的痕迹。经专家鉴定，这块藏字石距今已有约2亿7千万年历史，上天似乎早已对中共的命运下了判词，中国共产党在劫难逃。有高人从天象角度解析，认为中共的国运应该是77年，到2026年结束，前后误差不超过1年，也就是说，中共有可能在2025或2026年灭亡。当然，预言终究是预言，未到尘埃落定之时，谁也无法笃定结果。或许帕克的某些细节会有偏差，毕竟未来瞬息万变，而且中共政权看似庞大强势，怎可能说垮就垮？这也是许多理性人士质疑之处。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大帝国的崩溃往往就在顷刻之间。苏联解体前夕，又有几人能料到红色巨人会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而现在，中共正面临类似的内外交困，经济荣景不再，社会矛盾暗伏，高层斗争加剧，国际围堵渐强。如果再遇上战事失利或天灾降临，集权体制内部一旦失控，崩盘速度可能远超想象。一位预言家提供的是他灵视中的图景，也许夹杂主观解读，但却给我们换了一种思考现实的角度。还有一个来自灵性领域的预言值得一提，在帕克之外，另一位名叫布兰登的预言师也谈到了中国的未来。他在节目中提到，似乎看到中国将经历一场大规模的精神复兴，宗教信仰和精神力量会从长期的压制中慢慢苏醒，由弱转强。那种罩在人们心头，不让大家有信仰，也不让大家看清真相的铁幕将被打破，人们将开始苏醒。换更直白的说法，它指的很可能是中国长期的无神论框架将被松动甚至瓦解，人心上的枷锁会被彻底解除。一对照其实不难发现，两位预言家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印证，大震荡之年也可能就是大复兴之年。想象一下那样的图景，2026年东亚风云突变，中共统治崩解，在短暂的混乱过后，中国社会挣脱思想枷锁，人们重新寻找信仰和价值观，长久被压抑的良知与传统回归人心。
新的政治社会秩序开始萌芽。对世界而言，这将是一场巨大的巨变。一个10几亿人口的大国改朝换代，影响之深远，可比肩1991年苏联解体，甚至犹有过之。届时，东亚的政治版图将被重绘，国际格局也将进入新的篇章。而台湾作为这场历史巨浪中的关键一环，将何去何从？从所有预言迹象来看，台湾反而可能在大震荡中稳如磐石，甚至成为带领华人世界走向新纪元的灯塔。台湾多年来坚持民主与自由，经受住了外交孤立和军事威胁的考验。如果中共倒台，那些压在台湾头上的战争阴云将瞬间消散，台湾不再需要天天提心吊胆，防备飞弹与军舰的威胁。而台湾作为成功的民主范本，或许会在中国巨变后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想见，国际社会将更加重视台湾的战略价值，因为台湾的存在证明了华人社会完全可以在民主制度下繁荣稳定。一旦中国政权更替，台湾可能成为协助大陆重建秩序、提供经验的榜样和桥梁。当然，短期内难免有难民潮、安全外溢等挑战，但长远看，那将是两岸关系和平新生的契机。总而言之，2026年在各种预言中被赋予了浓重的一笔。东亚大震荡，台湾成全球焦点，似乎命中注定要在那一年上演。帕克的预言将信将疑，但他所描绘的脉络，其实我们已隐约看见开端。经济泡沫幻灭的征兆，政治压力锅的喷发，军事对峙的白热化，都在一步步逼近临界点。或许最终的剧情不会与预言者描述的每一细节都吻合，但如果我们静心观察时局，就能发现历史的巨轮确实在向着某个转折点滚动。当那一刻来临时，恐怕世人无不将目光投向台湾海峡，投向北京，投向整个东亚。那将是见证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瞬间。希望届时我们都能平安度过乱局，迎接一个更和平、更自由的新时代。正如古人所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或许2026年的惊涛骇浪之后，东亚会迎来转机，迎来令人欣慰的春天。到底预言是否灵验，最终还是要由历史给出答案。而身为这个时代的亲历者，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保持清醒，审慎以对，既不盲信危言，也不掉以轻心。当风暴真的来临时，唯有坚守普世价值和人性良知，才能让我们在巨变中立于不败之地。让我们拭目以待，迎接2026年可能到来的巨大考验与契机。今天我们来聊聊2026年可能发生的那些惊世预言。这些预言来自一位被誉为国际灵媒的女士，名叫朱迪，常年活跃于洛杉矶，拥有通灵和占星背景。她的直觉异常敏锐，累积了25年超自然领域的经验，许多知名人士都是她的客户。近年来，由于一系列惊人的预测成真，朱迪声名大噪。比方说，早在2022年之前，朱迪就预言了俄罗斯会发动战争，结果2022年俄军果然入侵乌克兰，验证了他的先见。朱迪还提前预见了英国女王的离世，当年9月，英女王果然驾崩。此外，他成功预测美国前总统川普将在2024年卷土重来竞选总统。随后川普的确宣布参选，他甚至指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会在中共20大上顺利连任，这也如期发生。随着一桩桩大事被他言中，朱迪获得了神准通灵师的美誉。如今时针指向即将到来的2026年，朱迪最新发布的一系列预言更是让人瞠目结舌。他认为2026年将是充满巨变和震荡的一年，世界格局可能出现大洗牌。在这份惊人的预言清单中，既有牵动亚太安全的台海局势走向，也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最终命运，还出现了世界大国领袖遭遇暗杀的震撼场景，整个世界秩序可能因此重新排列组合，更有一长串自然灾难和异象将接踵而至。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探讨朱迪对2026年的这些主要预言，看看其中隐含了哪些令人不寒而栗又发人深省的讯息。首先，让我们从亚太焦点，也就是台海局势谈起。朱迪在预言中指出
2026年的台湾海峡局势虽然依然紧张，却未必会爆发全面冲突。多年来，台湾海峡一直是国际间最敏感的热点之一。中共军力不断扩张，解放军的战机与军舰频繁在台海周边演习骚扰，时刻测试着台湾的防御底线。事实上，2024年底，台湾将完成新一轮总统大选，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预期将接任总统，而朱迪也曾精准预测了这一结果。新领导人的上任对两岸关系是新的变数，北京可能试图在台湾政权交替之初透过军事高压来下马威，因此2026年初解放军的恫吓行动恐怕更为频繁。然而朱迪的预知画面显示，至少在2026年，台海不会出现大规模战争。中共将在2026年持续加强对台湾周边海空域的巡逻和军事存在，解放军的战机与舰艇甚至会更加频繁地在台湾附近演习，对台湾形成长期高压的态势。但这种咄咄逼人的武力示威最终将点到为止，并未跨越真正开战的红线，让人不禁联想到1996年的台海飞弹危机。当年解放军以飞弹试射恫吓台湾，但在美国2艘航空母舰巡弋介入后，中共适可而止。朱棣的预言似乎暗示2026年的紧张局势将重演类似剧本，中国展示武力但收敛于临界点，美国则以强硬表态维持现状。尤其在朱棣的画面中，美国的动向对局势走向举足轻重。他预见一个特殊的背景，即2026年美国将由川普重新执政，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会强硬但务实。川普政府划下清晰红线，不允许北京武力侵犯台湾，甚至传出川普本人可能在2026年4月访问中国，与习近平会面，期间双方达成某种默契或协议，使得北京在川普任内不至于对台动武。朱棣认为，只要美中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沟通与交易，北京就会暂时收敛，在台湾问题上避免直接触发与美国的全面冲突。换言之，2026年的台海局势虽然持续紧绷，军事挑衅此起彼伏，但真正大战一触即发的危机将被国际力量所遏制。然而，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对台湾而言仍充满压力与挑战。朱棣提到，北京在经济和外交上也会对台湾加大打压力度，比如透过贸易制裁、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等手段来孤立台湾。不过他强调，这些手段对台湾核心产业的影响相当有限，特别是台湾最关键的晶片半导体产业，尽管面临来自大陆的掣肘，预计仍将正常运转，继续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换句话说，中国对台湾施加的经济与科技限制无法真正摧毁台湾的产业优势，台湾经济仍将保持韧性。面对高压威胁，台湾民众也展现出坚定不屈的意志。政府积极强化防务部署，争取更多先进武器，同时全社会提高警觉，频繁演练各种防空、防灾措施，以备不时之需。可以说，台湾将在风雨飘摇中锻炼出更强的生存能力，继续在夹缝中坚毅前行。值得注意的是，朱棣在预言台海局势时，还透露了一桩令人匪夷所思的神秘现象。他表示，2026年，人类可能会目睹海洋深处出现一系列诡异的绿色光体，就好似一支潜伏于深海的绿光舰队在暗潮下穿梭。这些绿光物体并非任何常规船只或自然现象，被视为某种不明物体，极可能与外星智慧的活动有关。更惊人的是，他警告这些海底的绿色光点，未来恐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试想，在紧张对峙的台海周边海域，除了人类的军舰潜艇之外，若还潜伏着未知势力的神秘舰队，将会给台海局势平添多么扑朔迷离的变数。如此场景，恐怕连美国太空总署、NASA 等权威机构目前都讳莫如深，不敢轻易公开谈论。但朱棣的预言已经抛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难道在台海波涛之下，还隐藏着我们未解的秘密？谈完台海，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北京的中南海。朱棣的预言清单中，一项引人注目的内容，就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2026年前后的命运走向。在现实中，习近平自2012年接掌中国以来，打破了中共领导人任期和年龄方面的惯例。他废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并在2022年成功连任第3个任期。
一路集权至今，成为中国执政时间超过10年的强势领袖。然而，习近平会一直掌权下去吗？朱棣给出了他的答案。根据预言，习近平可能会在未来2年内逐步退出最高权力的位置。朱棣具体提到，中共第21次党代会将于2027年召开，届时习近平将年满74岁，已经超过党内7上8下的非正式规矩，意指中共高官年逾70岁需退位，这形成了一道隐形的年龄门槛。朱棣预见习近平和另一名中共要员蔡奇很可能会在21大之前选择退居二线或者转换职务，把权杖交给新一代领导人。也就是说，到2026年接近尾声时，习近平的政治生涯或许已进入倒计时阶段。那么谁可能接班呢？预言中浮现了一个名字，就是尹洪。尹洪现任地方大员，曾主政上海市委，被视为习近平信任的中生代之一。在朱棣的远见里，尹洪有望在未来跃升为中共最高领袖的人选之一。此外，一个备受关注的名字也出现在朱棣的预言中，这个名字就是胡海峰。胡海峰是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之子，目前担任地方官职。朱棣暗示，胡海峰将来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成为中共权力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如果这些预言成真，中共内部将上演一场新老权力的交接，延续10多年的习近平时代也将告一段落。要知道，习近平在位期间大力反腐，清洗政敌，修改宪法集权，确立了他在体制内的绝对核心地位，如今却可能因年龄和内斗压力不得不放权。这个转折本身就极具戏剧性。朱棣进一步指出，在通往权力交接的过程中，习近平可能会遭遇健康和内部压力的双重问题。他的预见显示，2026年前后，习近平因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和沉重的执政压力，身心状况会出现一些警讯。他今年频繁更换亲信官员，例如近来外长和国防部长接连突然遭免职，引发外界揣测党内暗流涌动。朱棣认为，2026年左右，习近平可能不得不将更多日常工作授权给亲信去处理，他本人出席公开活动和高层会议的频率将降低，更倾向透过书面指示遥控政务。这或许是他在高层博弈加剧情况下的一种折中保全方式，暂时隐身幕后，减少露面，以避免成为矛盾焦点，同时保全自身。事实上，2022年中共20大前后，国内外就曾盛传习近平健康不佳乃至发生政变的谣言，虽被证实是虚惊，但也反映出他处境的敏感。如今朱棣预见的这种高处不胜寒的迹象，更让人感到，哪怕权倾一时的强人，终究也有功成身退的一天。如果朱棣的预言可靠，那么2026年对中国政坛而言将是历史性的一年。一方面是习近平统治篇章的落幕，另一方面是新势力的崛起。试想，习近平这位自21世纪第2个10年以来中国最具权势和影响力的人物，可能在短短2年内慢慢淡出权力核心，这对中国乃至全球政局的意义都将非常深远。届时，北京高层的每一丝动向都将牵动各方神经，谁将接班，政策路线会出现什么变化，中国社会将如何适应后习时代，这些问题目前都笼罩在未知之中。但朱棣的远见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习近平的结局也许不是遭政变推翻或意外身亡，而是随着年岁渐长和党内压力增大而有序淡出，把位子让给继任者。如果这种相对平稳的过渡能够实现，对中国而言或许是一种幸运，意味着权力交替将在体制内完成，而不以剧烈动荡的方式上演。无论如何，2026年的中南海风云注定不会平静，全世界也将密切注视这个东方大国最高领袖的未来走向。除了国家间的博弈和领导人的兴衰沉浮，朱棣的预言中还出现了一幕令人震惊的场景：一位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领袖将在2026年遭遇暗杀袭击。这则预言无疑让人倒抽一口冷气。历史上，刺杀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事件虽然罕见，但每一起都对国际局势产生巨大冲击。若真有大国领袖在2026年遇刺，势必震动全球神经。
朱棣并未明确指出这位遭暗杀的领袖是谁，也没有透露事件发生的地点和细节。我们不妨大胆推想几种可能。从国际影响力来看，美国、俄罗斯、中国这三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若有一人在此期间遇刺，无疑称得上大领袖级别的震撼。从地缘政治的敏感度来说，俄罗斯总统或美国总统，甚至中国最高领导人，一旦遭遇此劫，都将引发不可预料的后果。例如，如果是俄罗斯总统普京遭到暗杀企图，俄罗斯国内政局可能巨变，乃至影响正在进行或刚结束的战争走向。如果是不久后上任的美国总统遇刺，美国政治体系和社会都将经历滔天巨浪，全球盟友也会陷入恐慌。至于中国领导人如果遭袭，更是几十年未见的巨变，会令世界对中国政局的稳定性产生极大疑问。当然，也不能排除其他地区的重要领袖成为目标，像某欧洲强国的总理或中东地区的君主。无论是哪种情况，朱棣的预言都提醒我们，2026年世界可能面临一起震撼性的政治事件，一个位高权重的领袖人物将命悬一线，生死未卜。试想，当这样的暗杀事件发生时，国际社会会出现何等连锁反应？全球媒体将铺天盖地速报和分析，引发各国市场动荡，人心惶惶。同时，各国政府会进入紧急状态，加强对要员的安保，防止类似事件蔓延。那些与遇袭领袖关系密切的国家或阵营，可能会一时群龙无首，政策出现真空甚至误判。在被暗杀者所在的国内，更可能爆发激烈的政治角力，继任者是谁？有人会否趁机夺权？国家的政策路线会不会急转直下？如果该国本身正处于战争或冲突中，领袖遇袭更可能导致局势失控，比如军方强硬派可能发起报复性的极端行动。朱棣的预言让我们回想起1991年的一幕，当时苏联国防部长等强硬派发动政变，软禁了总统戈巴契夫，引发莫斯科紧张对峙。而在苏联解体前夕，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甚至担心自己会遭暗杀，以致随身携带手枪防身。这些历史片段提醒我们，当一国最高领导人面临生死危机时，往往是整个国家甚至世界局势最动荡凶险的时刻。2026年若真如朱棣所示，上演这样惊心动魄的一幕，世界将重现现代史上罕见的巨变时刻。顺便一提，近年来小国也发生过此类剧情。2021年，海地总统莫伊兹在官邸遇刺身亡，导致国家陷入长期混乱。可见，哪怕是中小国家的领导人被暗杀，都足以造成巨大动荡，更何况是超级强权的首脑。有人或许认为这预言过于惊悚，不太可能成真。但别忘了，朱棣在此前的预测中曾准确指出2025年会出现对川普总统的人身威胁。而2025年初，川普在一次竞选活动中的确曾遇到安全警报，可见他并非凭空危言耸听。尽管我们无法确知细节，但朱棣的远见等于给世界提了个醒。明年的国际舞台上，不仅会有宏大的地缘政治较量，也可能上演惊险的个人命运戏码。一颗子弹或一场爆炸，就可能改写历史进程。在这充满不确定性的预言背后，人们也许会更深刻地体会到和平与安全的脆弱。哪怕站在权力巅峰的领袖，他的生命也可能瞬息之间受到威胁。2026年，我们或将见证一次现代史罕见的巨变，一位世界强权的领袖命悬一线，其后续影响将如多米诺骨牌般波及全球。当一位大国领袖遇刺，东方强人即将交棒之际，朱棣预言的2026年还隐含着更宏观的变局，世界秩序将面临一次大洗牌。这场大洗牌涉及国际权力格局和盟友关系的重大重组，以及几场决定未来走向的地缘政治事件。2026年被他形容为一个历史转折点，人类社会可能要重置某些旧有的秩序和规则。首先，在美国及其主导的西方阵营这一边，朱棣的预见极具戏剧性。他认为唐纳德·川普将再次担任美国总统，并在国内外推动一系列颠覆既有政策的举措。预言中，川普展现出强势的领导风格，他上任后迅速整合了共和党，在国会推动政府改革，也频繁举办造势集会以巩固基本盘。同时，他对内专注提振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
例如大力发展人工智慧技术，重振制造业和能源产业，扩张国防开支等，全面提升美国的实力。对外方面，川普则挥舞起他擅长的交易艺术，在全球各地奔走，试图重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扮演交易式外交的仲裁者角色，而不再只是依靠传统盟友架构来维持霸权。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朱棣预期川普在2026年将促成几件关键的国际大事，一是为俄乌战争带来外交解决方案。朱棣预见，美国在川普主导下可能出面斡旋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某种和解，例如冻结战线、俄军部分撤出占领区等，终结这场拖累欧洲的流血冲突，为自2022年以来的这场战争画下句点。如果成真，这将是欧洲近年最大的转折点之一。战火平息后，乌克兰将加速融入欧洲体系，甚至朝加入欧盟的方向迈进，而俄罗斯也不得不收缩拳头，调整战略。二是中东局势的重大重组。预言提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可能因国内对其交换人质的不满而提前在2026年6月举行选举，但由于缺乏有力的反对派，他预计仍将胜出再任总理。此外，更大的消息是，川普政府可能在背后推动以巴双方走向和谈，给长期动荡的加萨地带带来重建的曙光。如果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领导人阿巴斯因年迈卸任，预言称其副手侯赛因·谢赫将暂代领袖，直到举行新选举，这暗示巴勒斯坦政坛也将出现权力过渡。同时，叙利亚由伊朗撑腰的阿萨德政权可能倒台，改变中东的力量版图。美国将强化与土耳其、沙乌地、阿拉伯、卡达、阿联酋等国的联系，以巩固中东的新格局。可以想见，如果美国真能主导结束一场欧洲战争并重塑中东和平，那么其全球领导地位将大为提升，世界秩序也会随之重新排列组合。其次，在欧亚其他地区，洗牌的迹象也处处浮现。东亚方面，日本可能迎来历史性变革。朱迪预言日本将出现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一旦高市早苗上台，预期日本内政外交都会明显向右转，更加强硬地捍卫国家利益，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扩充军备以及加强情报网络建设。日本的这一转向将使其在亚太格局中扮演更积极且独立的角色，也势必影响未来中日关系和美日同盟走向。再看英国，伦敦政坛也在酝酿变局。预言暗示，脱欧派旗手奈吉尔·法拉吉将成为下一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如果法拉吉真的入主唐宁街10号，英国的政治光谱将明显右移，对欧盟的态度可能更加强硬或另辟蹊径，与美国的关系则可能更加紧密。欧洲大陆方面，法国总统马克宏被预言在推动2026年预算时遭遇执政危机，可能被迫解散国会提前选举，为法国政局投下不确定性阴影，也可能动摇外界对欧元区经济的信心。意大利和日本类似，经济增长预测低迷，不足 1%， 显示传统强国在新秩序下面临的压力。相反地，印度正崛起为全球第4大经济体，已超越日本。在安达曼海发现的大型油田将大幅增进其能源自给能力。同时，印度积极发展半导体和人工智慧产业，并透过强有力的政府举措扶植高科技，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额节节攀升，预计在2026年达到3000亿美元规模。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印度正成为一支无法忽视的力量，在经济和科技上与中美分庭抗礼。除了超级强国之外，一些区域国家的政局变化同样折射出世界秩序洗牌的趋势。比如中东的沙乌地阿拉伯正完成庞大的产业计划，如朱拜尔工业城第2期工程，继续朝区域强权地位迈进。巴基斯坦则重新加强与美国的关系，试图凭借自身的石油和矿产储备，在中东扮演更重要的稳定角色。东南亚方面，泰国将推出新的永续生态旅游法规，越南也计划出台环境保护法令，以在全球价值观新潮流中站稳脚跟。新加坡将开设最大的综合门诊和科学中心，并在年末完成连接马来西亚柔佛的捷运线，继续巩固区域创新枢纽的地位。这些种种发展显示，
各国都在为适应新的国际环境而调整策略。值得一提的是，朱迪的预言中有几个国家被视为2026年最安全稳定的世外桃源，包括加拿大、阿联酋、澳大利亚、荷兰、瑞士、丹麦、纽西兰以及日本。看来在风云变色的年代里，这些国家将相对保持平静与繁荣，成为动荡世界中的避风港。综合来看，朱迪描绘的2026年世界正走向一个旧平衡被打破而新平衡尚未稳固的阶段。美国试图重新掌舵国际秩序，但方式较以往更灵活实用。中国在领导人交替和内部转型中暂时收敛锋芒。欧洲内部政治经济充满变数，新兴力量如印度等则抓住机遇迅速壮大。同时，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因素也在浮现，比如前述与外星文明有关的征兆。世界秩序的大洗牌往往意味着动荡与机遇并存。对许多国家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重新定位的契机。新的同盟可能形成，旧的对立可能淡化或转移，共识与冲突都将在重组后以新面貌出现。大体而言，朱棣眼中的2026年世界轮廓大致如下：美俄握手言和，中东重归稳定，中美重新谈判，欧亚权力消长，新势力崛起。许多情节磅礴存在于昨日还令人难以置信的剧本里，然而一旦预言成真，无数普通人的生活将被改写。对于身处这场巨变中的我们而言，也许要等到亲历其境，才真正理解这场秩序洗牌的意义和代价。每一代人或许都会见证一次世界的改组，而2026年或许正是我们这一代的分水岭。如果说上述政治预言已经够让人心惊，那么朱迪对2026年的灾难清单更是让人不寒而栗。他的远见中，2026年地球将遭遇一连串极端天灾与异象，考验人类社会的韧性。我们不妨按类别逐一梳理这份灾难清单。首先是来自太阳的威胁。朱迪预警2026年太阳活动将异常活跃，强烈的太阳风暴可能袭击地球，引发地磁扰动。届时，全球通讯系统会因太阳风暴而大范围故障，多个国家可能出现网络中断、卫星讯号丧失的情况，一些电力和导航系统也会受到影响，进而危及交通和工业运行。人们或许将首次真切感受到，我们高度依赖的科技文明在宇宙力量面前是多么脆弱。当网络和卫星导航突然失灵时，城市可能陷入混乱。这绝非危言耸听。在朱迪的预言里，太阳的怒火提醒着整个地球村，我们头顶的那颗恒星既赐予生命，也能带来灾难。人类在太空天气面前依然缺乏足够的防范能力。接下来，大气异常将引发极端天候。预言显示，2026年的冬季气候反常，全球多地将出现剧烈的寒潮和热浪交替。北美洲北部、中西部地区将遭遇远超往年的严寒，狂风呼啸，大雪封门。一些平日温和的地区也将被寒气笼罩。同时，东亚和欧洲部分区域却可能相对暖或少雪，气候模式大乱。而在夏季，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将经历破纪录的热浪炙烤，酷暑引发干旱和野火。意大利则可能持续干旱少雨，农作物欠收。全球气候磅礴，愈发两极化，异常高温和严寒在不同地区此起彼伏。气象混乱的一年将对各国的能源供应、农业生产和民生造成严峻挑战。随着大气动荡，风暴与洪水也接踵而至。朱迪的清单中明确提到，2026年将有毁灭性的热带气旋侵袭亚洲，台湾、菲律宾和中国东南沿海将遭受超强台风的正面攻击，狂风暴雨所到之处，基础设施和城镇建筑将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居民被迫疏散。另外，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预计在2026年喷发，其火山灰将飘散至泰国和中国南方部分地区，导致空气品质恶化和航班中断。东南亚多国如越南、柬埔寨、印尼还将出现突发暴雨引发的严重洪水，旅游胜地被淹，道路和村庄陷入泥沼，短暂瘫痪当地经济活动。欧洲方面，极端干旱使南欧饱受炙烤的同时，北欧一些地区却可能遭遇暴雨和河川泛滥。
甚至有迹象显示英国的重要电力或供水设施可能遭到骇客攻击，导致局部地区停电、停水和基础设施瘫痪。地球的怒吼还不止于风雨雷电，预言中，地震将在2026年频繁上演，多个地区都榜上有名。其中，亚洲的日本东京可能遭遇强震，美国的西岸、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和东岸、纽约都可能感受到 6.0 级以上的剧烈摇晃。太平洋火环带上的阿拉斯加、菲律宾群岛、墨西哥、纽西兰等地也难以幸免。一些城市的高楼会在深夜突然晃动，人们不得不仓皇逃到街头，部分老旧建筑物恐怕会在强震中化为瓦砾。朱棣勾勒出的画面旁佛在提示，2026年将是强震频发的一年，地壳运动仍然潜藏着未知威胁。其中若有一场强震发生在政局脆弱的缅甸，可能动摇该国本就不稳定的局势，诱发新的内乱，甚至波及邻国。朱棣还暗示，缅甸地震后，泰国与柬埔寨交界地区的紧张摩擦可能升温，可见自然灾难还可能诱发人为冲突。与此同时，非洲大地则在炙热的太阳下经受另一种灾难，那就是干旱与饥荒。预言指出，非洲南部多国，包括南非、辛巴威、赞比亚、莱索托、马拉维等，将遭遇严重干旱，河流干涸，农田龟裂，粮食产量骤减，数百万人面临粮食与饮水短缺困境。旱灾引发的饥荒和疾病可能蔓延，成为一场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将紧急行动，协同世界银行和各国盟友，为灾区输送食品和清洁用水，以挽救无数生命。非洲的这场苦难提醒着世人，气候变迁和极端天候对欠发达地区的打击尤为沉重，也考验着人类守望相助的良知。在美洲大陆，灾害同样此起彼伏，美国沿海地区将迎来异常活跃且猛烈的飓风季。朱棣特别提到纽奥良、佛罗里达和美国东岸部分城市将遭遇超强飓风正面侵袭，狂暴的风暴潮会吞没沿海，城市街道将变成河流，电力通讯中断，大批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而令人意外的是，一向少受飓风影响的美国西岸加州，今年也可能经历残余飓风或热带风暴带来的强风豪雨。与此同时，加州、加拿大西部、澳洲等地则进入更加严重的野火季。夏秋时节，干燥的植被在闪电或人为因素下被点燃，火蛇吞噬大片森林和社区，浓烟遮天蔽日，空气中弥漫刺鼻的焦味。消防员日以继夜地奋战，但长期干旱令野火一发不可收拾。这些景象几乎成了近年的常态，2026年恐怕也难以幸免。同时，热带气旋和季风雨还将导致全球多地发生洪水泛滥，日本、菲律宾、加勒比海诸国、墨西哥都被预言在洪灾名单上。从亚洲到美洲，无数城镇居民不得不为躲避洪水而举家迁移，国际救援队也将马不停蹄地驰援各处灾区。当我们在尘世间疲于应对这些天灾时，人类或许更渴望抬头仰望星空，寻找答案。然而正当人们仰望天空，朱棣预言了另一桩令人毛骨悚然的异象。在干燥荒凉的沙漠地带，将有人声称目击到不明飞行物的出没。那些神秘的飞行器忽然现身夜空，散发奇异的光芒，在寂静的沙海上空盘旋片刻，又倏然消失无踪。有人将之解读为外星文明在观察人类庞佛科幻电影的桥段真实上演。当全世界忙于应对地缘政治和自然灾难时，外太空的未知力量似乎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宣示存在。种种迹象显示，2026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从太阳到地球，再到天空彼端的神秘访客，多重挑战汇聚而来，人类将在炼狱般的考验中寻求生路。朱棣列出的灾难清单让我们深刻体认到，大自然与未知力量的威力远远超出人类的掌控范围。在高楼林立、科技昌明的21世纪，人类往往自信可以驾驭环境、预测未来，但一连串的飓风、地震、火山和来自天际的风暴就足以轻易颠覆这种信念。如果2026年的景象真如预言所述，我们唯有加强全球合作，共同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同时对天地心存敬畏，
唯有尊重大自然的规律，谦卑审慎的发展，我们才能在灾难频仍的未来求得生存与延续。回顾朱迪对2026年的整体预言，我们彷佛看到一幅充满戏剧性和矛盾交织的未来图景。国际政治上大国角力与罕见事件并存，科技进步与伦理挑战相伴，自然界中灾害频仍又奇事丛生，给人类社会带来重重考验。这些预言有的耸动惊人，有的发人深省。我们不禁要问，假如这一切真的发生，我们准备好了吗？也许有人对这些超前的预知持半信半疑态度，但历史告诉我们，许多改变世界的时刻往往在发生前都很少有人预料到。朱迪的天赋让他在混沌中瞥见未来的一角，虽然未来始终充满变数，但他的远见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视角，把可能发生的危机与转机预先展现在我们眼前。他提出这些警示，并非让人陷入恐惧绝望，而是提醒世人保持警觉和思考。如果2026年真如朱迪所言，是一个破旧立新的历史关口，那么身处其中的我们或许也该重新审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当政权更迭，秩序洗牌时，我们能否从历史的兴衰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当天灾人祸接踵而至时，我们能否团结合作，以人性的光辉战胜困难？朱迪预言中的一个细节耐人寻味，他说2026年将带有一种精神性的震动，世界各地的人们会开始反思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古老智慧将重新回到人们的文化、政治生活中，大众重新学习如何用爱与智慧连结彼此，共度难关。也许在至暗时刻，我们反而能找回久违的同理心和精神价值，为破碎的世界带来一丝疗愈与希望。当然，预言毕竟只是预言，未来尚未发生，一切仍有转圜余地。或许正因有人提前看到了危机，我们才有机会提早防范并加以改变，让未来朝更好的方向发展。朱迪这位国际灵媒，用他震撼人心的预言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同时也提供了一线希望的曙光。对于即将到来的2026年，我们所能做的，也许就是怀着敬畏与勇气，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路。因为无论预言如何描述，真正决定未来走向的，最终还是我们人类自己。让我们怀着谨慎而积极的心态，迎接2026年的到来吧。即便前路险峻，人类文明仍在继续进步。届时，全球将共同举办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合办的世界杯足球赛。体育盛宴或许能在动荡中凝聚人心。美国太空总署预计在该年创造历史，送首位女性航天员登上月球，重新点燃人类探索太空的热忱。科技和医疗领域也传来捷报，科学家将利用 3D 列印技术帮助瘫痪患者重新站起，人工智慧辅助诊疗让疑难杂症更快获得准确诊断。即便风雨欲来，人类并非束手无策，在许多方面我们依然勇敢前行。或许风暴无可避免，但当乱云飞渡之际，我们仍可以选择守护希望，在巨变中寻找成长，在灾难中磨砺智慧。愿朱迪的预言能为我们点亮一盏警示的明灯，使我们在面对未知未来时更懂得团结、自省与珍惜。2026年会否成为人类历史上刻骨铭心的一章，只有时间能回答。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珍惜当下，放眼未来，为任何可能的风浪做好准备。英国灵媒帕克最近预言中共政权即将解体，而台湾将继续维持独立地位。更令人瞠目的是，帕克提出了7大预言，不仅涉及中国的未来走向，还点明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本期节目，我们将深入探讨帕克的这7项惊人预言，带大家看看其中的细节和背景。帕克是谁呢？他可不是泛泛之辈。这位英国预言家过去曾准确预测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和美国川普当选总统等大事，在国际预言界小有名气。他自称具有通灵能力，能从所谓指导灵那里获取未来资讯。尽管他的某些预测也曾备受争议，但随着近年一系列事件的发展，他的言论再度引起关注。尤其是关于中国的最新预言，更让不少人眼前一亮，甚至有人称这是好消息，因为它预示着集权统治黑暗将结束的曙光。
帕克最新发表的7大预言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共即将解体。他形容中共政权的崩溃将会是冰川式瓦解。什么是冰川式瓦解呢？大家可以想象高耸巨大的冰川在阳光下裂开的景象，一开始也许缓慢无声，内部却布满裂缝，最终会轰然倒塌。帕克暗示中共的倒台不会像闪电般瞬间发生，而是经历一段逐渐加速、不可逆转的崩解过程。他预测这一过程已经开始，并且会在未来1-2年内进入临界点。最近这几年，中国内部种种迹象似乎也印证了他的看法：经济下行、房地产暴雷、地方债务危机、年轻人大规模失业、人口负增长等等，就像一道道裂缝正在龟裂扩大。帕克认为，2025年底到2026年初，中国经济和社会压力可能迎来临界爆发，届时地方政府财务破产、大规模银行挤兑、民生困苦引发的抗议浪潮都可能此起彼伏。他强调，这将引发中共统治根基的松动。冰川式意味着看似稳固的集权大厦其实已千疮百孔，只待最后时刻土崩瓦解。回顾历史，苏联的垮台也经历过经济困局和改革僵局的多年累积，中共如今遇到的内忧外患何其相似，一旦崩溃启动，就没有回头路。中共政权行将就木只是时间问题。那么什么时候会彻底瓦解呢？帕克没有给一个精确的日期，但透露了一个关键时间范围。他感应到这几年正是关键窗口期。有趣的是，帕克曾在5月份的一次谈话中提到，2026年是人类神性觉醒的最后窗口期。这样的说法仿佛暗示着2026年对中国和全世界都是命运转折之年。种种线索让人不禁联想，或许在未来2-3年内，中共政权将进入终局倒计时。帕克甚至用了倒计时这个词，强调变局不可避免。我们眼下所见的一切经济风暴、天灾疫病，可能都是风暴来临前的前奏。帕克的第2项重大预言直接点明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他在预言中毫不避讳地指出，习近平自身恐怕难逃厄运。帕克声称，他从灵视中感受到习近平的健康正亮起红灯，一种严重的疾病缠上了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有传言说习患有重病，帕克的说法与此不谋而合。他暗示习近平可能罹患某种颇为不妙的慢性绝症，甚至具体提及前列腺方面的问题。这讯息一出，令人震惊。如果习近平真有这样的隐疾，对中共政权无疑是一颗震撼弹。因为习近平过去10年来集权空前，整个中共体制早已绑在他一人身上。一旦这根支柱倒下，中共大厦的倒塌将更快更猛。帕克预言习近平撑不到2年，换句话说，2026年前后，习近平可能就会因病或者其他内外部压力而下台，失去对中国的掌控。如果真是如此，那将极大加速中共的灭亡进程。想想看，一个政权的掌舵人突然退出历史舞台，权力真空将引发何等动荡。帕克进一步预见，中共内部的权斗会因此白热化，各派势力争相角逐。在这过程中，共产党自身会被撕裂瓦解，甚至不排除出现政变或军中变故的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北京政坛频频传出异动传闻，就连火箭军高层也经历大清洗。这些都被一些分析人士视为习近平权威削弱的迹象。帕克的预言无疑为这些猜测提供了更惊心动魄的注脚。习近平作为中共最后一任掌权者的命运，可能已经走到转折点。除了国内的经济社会危机和最高层的健康疑云，帕克还预见了中国社会将陷入一场全面的动荡。他的第3项预言指出，香港很快将再次爆发大规模抗争。香港在2019年经历反送中运动后被当局强力镇压，看似噤若寒蝉。然而帕克看到，香港这颗东方明珠的火种并未熄灭，反而在暗处蓄势待发。最近，香港发生了一场举世震惊的世纪大火，新界大埔鸿福苑住宅区发生特大火灾，几栋高楼熊熊燃烧，酿成100余人罹难的悲剧。这场5级大火造成香港数十年来最惨重的伤亡，引发了市民对政府监管失职的强烈愤怒。
巧的是，帕克早在2年前就曾看见香港有高楼起火的画面，并指出这背后涉及政治因素。如今预言竟然应验，更增添了他预测的可信度。帕克认为，香港的这场劫难和民怨可能成为引爆未来抗争的导火索。他预警说，今年年底前，香港局势就会有大变化，甚至用了个隐喻：我看到圣诞灯饰在坠落，听上去诡谲难解。但帕克解释，这象征节庆欢乐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混乱与怒火。或许是香港街头圣诞灯饰被抗议者拉倒，又或许暗指节日期间社会发生骚乱。总之，香港的怒吼将再度响起。更大胆的是，帕克断言香港将成为最早脱离中共统治的地区。他仿佛看见未来某个时刻，香港人重新站上街头争取自由，并最终摆脱北京的枷锁。当然，中共不会坐以待毙。帕克预见当局会祭出极其残暴的手段镇压香港的起义，但这种血腥打压只会招致更强烈的国际谴责和中国内部反弹，等于在全球聚光灯下自我揭露其残暴本性。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政权到了靠高压维系统治的地步，它的末日也就不远了。帕克的香港预言正与此相呼应，香港将在黑暗中燃起希望之火，照亮中共统治走向终结的前路。帕克的第4项预言，对所有关注台海局势的人而言，绝对是重大利好消息。他明确预言，台湾未来依然会是独立的，中共武力犯台的图谋将以失败告终。这番话无疑让近年来笼罩在战争阴影下的台湾人民看到了希望。我们知道，北京当局长期以来扬言不惜动用武力来实现对台湾的所谓统一，尤其习近平上台后，更是不断强调两岸统一不能一代一代拖下去。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国际上对中共可能攻台的担忧达到高峰。然而帕克在今年1月中旬的一次直播中，凭借他的灵视能力绘出一幅台海未来图景。中共虽然会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但注定无法征服台湾。他表示自己看到台湾周边有争议的小岛上刀光剑影，似乎发生了军事冲突。帕克推测，很可能是解放军试图夺取台湾外围某个离岛，或在台海爆发小规模交火。他同时提到一系列意外事件也许会成为战端导火索，例如军机对峙时发生擦撞，或者潜艇在海下相撞等等。他早前就警告过，解放军和美台军机军舰频繁的近距离对峙，迟早酿祸。如今他更坚信一次意外将引爆冲突。然而，帕克强调这场冲突的结果对台湾有利，新的台湾领导人会坚定守护主权，绝不退让，而民主盟友将纷纷伸出援手。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台湾将迎来新任总统，正如新闻所报道，赖清德在总统大选中胜出，预计于明年520就职。北京对赖清德素有成见，视他为台独顽固分子，这是否会促使中共铤而走险？帕克看来，赖清德上任后，北京的挑衅可能更甚，但台湾方面也早有准备。帕克在预言中描述，新的台湾领导人非常强硬，不仅寸土不让，还会加速与国际伙伴的军事合作。他特别提到日本和澳大利亚两国。帕克说，他看到日本将在技术上大力支援台湾，尤其是在防空反导方面，把某些先进防御技术与台湾共享。这种合作可能不会明着说是军事同盟，但实质上台湾的防御能力将得到飞跃提升。他还预见澳大利亚也不会袖手旁观澳洲的军舰，届时将现身台海周边海域提供支援。这番预言相当具体生动，仿佛未来的某一天，美日澳台联手的画面已经浮现在他眼前。回头想想，澳洲近年来对台海安全的关切确实与日俱增。澳洲战略界有人早就敲响警钟，认为战争可能比想象中更近，呼吁提升3年内开战的应对能力。澳洲也与美英组建了奥克斯联盟，准备打造核潜舰。同时，日本也通过了新安保战略，明确表示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民主国家空前团结的趋势，正好印证了帕克的预言。可以说，他的预测并非天马行空，而是捏合了现实中正在形成的脉络。结果是，中共若妄动武力，将面临区域联盟的合围反击。
帕克斩钉截铁地表示，他看不到台湾被征服的未来，相反，种种迹象显示，台湾最终将越发强大自立，在国际上获得实质更高的地位。而一场冒险且失败的对台战争，将重创中共政权的威信和军力，甚至可能成为压垮北京当局的最后一根稻草。正如40多年前阿根廷军政府因马岛战败而倒台，苏联也因阿富汗战争泥潭加速解体，历史一再昭示，穷兵黩武的独裁者往往死于战争狂梦。帕克让我们看到，中共也难逃这个宿命。接下来，我们关注帕克预言的第5个要点：中共垮台后的中国将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对中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一定对军阀混战这段时期不陌生。上个世纪1912年清朝灭亡后，中国出现了群雄割据、诸侯混战的乱局，直到国民政府北伐统一才告一段落。而帕克的预言显示，100年之后，中国大地可能再次重演类似的一幕。他预见在中共中央权力真空出现后，全国将四分五裂，各地区由不同实力派控制，各自为政。用中国话说，就是天下大乱。这似乎与我们传统印象中当代中国高度中央集权的样子相去甚远。但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哪天中共中央无法有效行使权威，地方会是什么情形？其实近年来，地方势力和中央离心的苗头不断增长。经济好的省份怨中央财政汲取太多，经济差的省份则自顾不暇。甚至有消息传出，在中南海权力斗争白热化之际，各军区的将领并非铁板一块，有些人对最高领导并不完全买账。如果习近平突然退出政治舞台，不排除某些握有兵权的高官拥兵自重，割地称雄。帕克提到，中国会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无疑是这种可能性的写照。一些沿海富庶地区也许会趁机追求更大自治，甚至有人猜测广东、上海这些地方本就对中央某些政策阳奉阴违。边疆民族地区如新疆、西藏则可能爆发强烈的独立倾向。帕克特别提及香港是率先独立出来的地区，那么不难联想，其后或许会有更多第二个香港出现，例如西藏人在国际支持下宣布自治，或新疆发生大规模抗争，要求摆脱北京控制等等。还可能有部分解放军将领各据一方，形成新的军阀。例如东南沿海的战区司令如果拒绝服从残余中央的命令，自主把守一方，那就是新军阀的雏形。这些情景听起来惊心动魄，却不是不可能发生。中共政权一旦土崩瓦解，14亿人口的大国难免经历一段混乱震荡期。帕克的预言正是要让世人提前看到这个场景。没有中共的中国，短期内可能四分五裂，但我们也要看到，这未必是坏事的结局。混乱之后，中国或将迎来重组与新生，就如同当年各路军阀乱斗最终让位于新的国家政权。一个没有共产集权的新中国，或许将在洗牌后重新站起。在动荡年代中，中国人民展现出的韧性和智慧，终将决定未来的走向。说完中国内部，我们再把目光放向全球视野。帕克的第6和第7大预言，把范围扩大到了其他集权统治国家，预示一场全球性的专制瓦解浪潮即将到来。其中之一是中共在中东的重要盟友伊朗。帕克预言，伊朗将在不久的将来爆发革命，宗教集权政权会被推翻，这可是一个重量级的预言。大家知道，伊朗自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神权政体已经统治40余年。最近几年，伊朗国内民怨沸腾，年轻世代对于高压统治和严苛的宗教法律日益不满。从2019年的经济示威到2022年震惊世界的玛莎·阿米尼事件，年轻女孩因为妥善佩戴头巾被捕致死，引发全国女性剪发抗议。可以说，革命的火种在伊朗从未熄灭，然而强硬的伊斯兰政权一直用铁腕镇压反对声音。帕克此番斩钉截铁地预言伊朗将出现革命，无疑令关注中东局势的人精神一振。他看到一幅人民起义推翻独裁的画面，也许是伊朗人民多年的抗争终于迎来关键转折，也可能是受到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帕克曾多次提到俄罗斯、中国、伊朗之间的结盟关系。他认为这几个政权互相勾连，互为撑腰。
如果中国和俄罗斯出现问题，伊朗当局的底气也会不足。中共一旦自身难保，很可能再也无暇在经济和外交上力挺伊朗。加上国际社会持续的制裁压力，伊朗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可能加剧。一旦有导火索点燃，可能是经济彻底崩盘，或宗教领袖更迭，引发权力真空，又或者军中出现同情民众的派系，那场迟来的自由革命就会爆发。帕克的语气中充满肯定，仿佛已经看到伊朗民众走上街头，推倒神权雕像的胜利景象。这不禁让人想起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埃及、利比亚等国人民推翻独裁的场面。如果伊朗革命成真，将是中东历史新的里程碑，也将极大改变地缘政治格局。对中国人而言，伊朗政权的垮台有着特殊意义，它象征另一个顽固的反自由堡垒被攻破，印证了集权体制皆非铁板一块，给尚在黑暗中的中国送来国际声援和信心。最后，第7大预言则把目光投向美洲的红色堡垒古巴。帕克预言，在这波全球变局中，古巴的共产政权也将终结，迎来政治巨变。古巴自1959年卡斯楚领导革命成功以来，已经在共产党统治下度过了60余年。虽然老卡斯楚已作古，他的弟弟劳尔卡斯楚也退休，但古巴依然是一党专政、经济困顿的局面。古巴和中国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中共是其主要经济援助和政治撑腰。帕克认为，当中共自身难保时，古巴失去后盾，内部要求变革的呼声将再也无法压制。其实最近这些年，古巴民众的不满已有显露。就在2021年，古巴各地爆发了数十年罕见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民众走上街头高喊自由，要求食品、疫苗和基本生活保障。这被视为古巴共产政权统治松动的信号。当时政府也是借助警察镇压和断网措施，才勉强控制住局势。帕克现在的预言等于宣告，古巴这最后的拉美红色据点也撑不住了。他看到古巴出现变天的画面，或许是人民再度群起反抗，或许是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改革派领袖。总之，数十年的共党统治行将谢幕。一旦古巴走向民主，将会对整个拉美地区产生示范效应，彻底终结冷战遗留的意识形态对立局面。想象一下，哈瓦那的马尔蒂纪念碑前飘扬起代表自由的新旗，那将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时刻。对中国人来说，古巴政权的倒台也具有象征意义，意味着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日薄西山，中共再失去一个精神和舆论上的盟友。过去，中共常吹嘘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如今一个个红色政权阵营瓦解，只剩下他自己孤掌难鸣。帕克的全球预言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中共的崩溃不仅是中国一国的事，而是整个世界告别集权的一部分。中国、伊朗、古巴乃至朝鲜这些专制政体彼此命运紧紧相连，将在未来几年内接连倒下，为世界带来新的政治篇章。谈到这里，我们不妨纵观全局，把帕克的7大预言串联起来，可以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脉络：一场全球性的解体骨牌即将倒下。中国作为最大的共产集权，其崩解将牵动周边和盟友政权的瓦解。反过来，当其他集权纷纷垮台时，又会反作用刺激中共更快灭亡。帕克预言的画卷中，仿佛正上演一次21世纪版的世界大解放。东亚的红色帝国土崩瓦解，中东的神权高墙倒塌，拉美的赤色旗帜降下。而在这巨变的浪潮中，有几个名字注定载入史册：香港再度高举反抗的大旗，台湾屹立不倒的自由灯塔，还有那千千万万勇敢站出来的普通人。帕克的预言之所以令人振奋，不仅在于他描绘了独裁者的结局，更因为他强调了人民的作用。无论是香港人的抗争，伊朗女性摘下头巾的勇气，还是中国百姓在白纸革命中举起白纸，古巴年轻人在广场上高呼自由，这些看似渺小的举动汇聚起来，就是足以改变历史的洪流。当然，很多人会问，帕克的预言真的可靠吗？毕竟未来充满变数，任何预言都可能只是巧合或者一厢情愿。我们不可否认，预言毕竟不是科学预测，里面掺杂着超自然的成分。然而，帕克的许多预言并非毫无依据的悬想，
而是有一定现实苗头可循。他曾提早感知香港大火等事件，也早早谈到过俄中伊结盟、朝鲜政权可能的动荡等等。而他对中国的看法，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些海外观察家的共识：中共内外交困已经走到强弩之末。一位深谙中国政治的学者就形容当前局势是中共64年风雨飘摇、第4次历史决议后的延命，已难持久。再加上疫情3年重创经济、清零失策激起民怨，国际围堵加深孤立，中共实在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关头。帕克只是用他预言家的语言，把这种危局描绘成具体的场景：习近平可能因病垮台，地方出现军阀势力，人民起义此起彼伏。这些场景不是毫无逻辑，而是发生过在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各国的剧本。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不久，农民起义灭秦；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僵化之后迎来解体；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在民众抗议声中倒台。无数例子告诉我们，集权没有长久的未来。因此，帕克的预言虽透着神秘色彩，但其核心信息却和历史规律不谋而合：专制暴政必定灭亡，自由光明终将胜利。更耐人寻味的是，帕克在预言末尾发出的一个呼吁：人类必须超越恐惧，唤醒内心与生俱来的善与信仰，来共同对抗那盘踞世间的邪恶力量。他甚至明确指出，中共不仅是一个政治集团，更像是一种邪灵，它败坏着人的道德和精神。如果任由这股邪恶继续扩张，人类文明将被毁灭殆尽。这番话听起来近乎宗教宣言，但也点出了中共统治另一个常被忽视的层面：他对传统价值观和人性善念的侵蚀。从破坏传统文化、打压信仰群体，到鼓吹无神论、物质主义，中共在过去几十年可谓用心险恶地改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帕克将其上升到邪灵毁灭人类的高度，提醒世人，这不仅是一场政治斗争，更是一场善恶较量。他相信2026年是人类觉醒自救的最后窗口，希望更多人看清中共本质，不要被恐惧蒙蔽，勇敢站在历史正义的一边。结语时刻，我们不妨再回首帕克的整套预言：中共的末日倒计时，习近平的荣枯难料，香港的烈火重生，台湾的坚毅不屈，中国的动荡新生，伊朗的自由之春，古巴的红旗落地，每一条都扣人心弦。有人或许会心存怀疑，但也有人早已在心中暗暗期待这一天的到来。预言终究不是现实，但现实往往会创造出超越想象的剧本。正如30多年前，谁能料到柏林围墙在一夜之间倒塌，苏联帝国不战而亡？当时那些勇敢走上街头的人民，何尝不是凭借着对未来的信念在行动？今天，帕克的预言给了我们一幅可能的蓝图，一个没有中共的未来正在逼近。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会发现他的许多洞见竟如此贴近现实。当然，我们也要做好心理准备，帕克描绘的道路并非平坦，甚至充满风险与混乱，但破晓前的天空往往最为黑暗。不要忘了，黑暗尽头就是黎明。历经苦难的中国人民一定能迎来属于自己的峥嵘年代，让我们怀抱希望，拭目以待。帕克的预言会全部应验吗？中共会否真的在历史洪流中解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自由新生的华夏？时间将给出答案。我们可以确信的是，每一个追求自由、正义与善良的人都是塑造这答案的一部分。就像帕克所呼吁的那样，勇敢地超越恐惧，坚守内心的善念。当足够多的人这样做的时候，任何预言中的美好未来都不再只是预言，而将成为我们共同创造的现实。让我们期待并迎接那一天的到来，光明就在前方，我们不会再等待太久，翻页的时刻近了，历史新章即将展开。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我们先来想象一幅恐怖的画面，街头巷尾充斥着倒下的尸体，人们像秋天的落叶一样纷纷凋零倒地。这并非电影里的末日情节，而是泰国一位知名神算近期对2026年的可怕预言场景。他警告说，明年将有一种全新而极为致命的病毒在全球爆发，死难者多到仿佛落叶飘零。同时，他还暗示2026年
某个以字母 M 开头的月份可能会发生大地震，甚至声称是死神亲口给了他这个线索。种种惊人的信息让人不禁毛骨悚然。难道世界末日真的要在2026年降临吗？今天我们就深入来聊聊这位泰国女预言家普莱所描述的未来图景，以及其他预言中对2026年的可怕警讯，看看这一年究竟为何被形容为人类命运的关键转折点。首先介绍一下普莱师傅的背景与预言实际。普莱在泰国被称为神级命理师，预测命中率据说高达80%。他原本隐退不再公开露面，但去年底突然复出，引起各界关注。为什么他的话这么有分量？因为他过去的许多惊人预言已被现实验证。举几个例子，普莱早在2024年底的一次访谈中就提醒大家2025年上半年在缅甸一带会发生强烈地震，甚至波及曼谷。结果2025年3月28日，缅甸果然发生了瑞士规模 7.7 的大地震，远在泰国曼谷的高楼都有明显震感。那次地震甚至导致曼谷一栋在兴建中的审计署大楼倒塌。巧合的是，普莱之前也警告过，泰国会有兴建中大楼倒塌，土地下陷，要防范大型地陷。果不其然，除了大楼坍塌之外，到了2025年9月，曼谷三申路底下竟然出现了一个深约50米的巨型天坑，让市民大为震惊。不止如此，普莱多次提醒民众囤积罐头粮食，提防特大水灾。结果在2025年年底，泰国南部和爱地区真的爆发了300年以来最严重的水灾，超过300万人受灾，死亡人数过百。另外，当时很多人不相信他说的泰柬战争未完，因为泰国和柬埔寨之间原本已停火，看似平静，然而他坚持战火还会重燃，甚至因此一度被批评散布危言耸听的假消息。然而在去年12月，泰柬边境真的再度发生激烈武装冲突，泰国当局不得不紧急撤离了约40万边境居民。这一连串应验的预言令普莱声名大噪，也让许多人开始正视他对未来的警告。带着这样的战绩，普莱在去年12月初重返公众视野，登上泰国电视节目，公布他对即将到来的2026年的一系列震撼预测。他形容2026年是火马年，将会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年份，乱象丛生，但或许也有机会在劫后重生。以下我们就按主题来看看普莱师傅对2026年的几大预言内容，其中涉及瘟疫、天灾、战争乃至外星人，可谓包罗万象而又触目惊心。首先是新型病毒大瘟疫，普莱把2026年称作一场隐形战争的开端。所谓隐形，其实指的就是看不见敌人的瘟疫肆虐。他警告说，一种全新的、极度可怕的病毒将在全球大流行，其恐怖程度远超我们过去所见的新冠疫情。这种病毒并非自然产生，而是实验室合成的产物。它结合了古老远古病毒株与现代基因技术，带有某种混种特性。它可能由实验意外泄露，或甚至有人为阴谋故意释放。不管源头如何，普莱说这场瘟疫最初会从亚洲地区和俄罗斯附近开始爆发，随后透过航空旅行等途径迅速传播全世界。病毒可能借由入境旅客传入各国，泰国也难以幸免。更可怕的是，很多携带者可能处于潜伏期或无症状，自己完全不知道，却在不知不觉中散播病毒。这病毒主要透过空气和微小粉尘传播，直接攻击人体呼吸系统。症状看起来有点类似肺结核和黑死病的结合，一开始或许只是一般感冒或流感的症状，但让人百病缠身，迟迟无法痊愈，甚至可能伴随严重腹泻。患者的病情表现相当怪异，短时间内身体机能就会快速衰竭，医生几乎束手无策，致死率极高。普莱形容说，这场疫情不一定需要全民长期居家隔离，或许传播速度未必像新冠那样迅猛全面，但在局部地区会出现极为骇人的景象，死人如花朵凋零，枯叶掉落般成群倒下，也就是开头所描绘的人们大批突然病亡的场面，让人生畏。届时某些城市可能真出现街上随处是倒闭之人的凄惨情景。更离奇的是，
普莱提到，在瘟疫流行期间，肉类食物可能会带有病毒而无法食用，也许病毒能够感染动物或透过肉类传播，所以届时人们被迫回归自然，改以蔬菜水果为主要食物来源，不敢再吃肉。大家仿佛回到了古代狩猎之前的农耕饮食时代。想象一下，那时候人们谈虎色变，连餐桌上的肉都不敢碰，只能啃菜叶为生，这种景象何其荒诞又凄凉。普莱强调，2026年只是这场大瘟疫的开始阶段，真正更大的高峰可能会在2028年至2030年之间到来。如果他的预言成真，人类恐怕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而我们的敌人不是别的，正是人类自己所创造或释放出的致命病原体。接下来是自然灾害的部分。普莱认为2026年的天灾将同样让人胆寒，尤其是洪水。他看见明年降雨异常偏多，全年雨量远超往常，持续不断的暴雨将造成土地严重积水，地下水位饱和无法排出，引发大范围的地面沉降，甚至地层塌陷。他形容水来得又快又猛，当地下隐患积累到极限时，地面可能突然出现塌洞或者沉陷，把人措手不及。更糟糕的是，这些洪涝灾害会和风暴路径重叠，也就是说，某些地区可能反复遭受风暴吹袭和洪水侵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直到2026年底之前，洪水破坏力都可能达到可怕的程度。对当地人来说，这简直像连续被暴雨和洪水毁灭性的猛击。但奇怪的是，普莱说，这是件当地人会知道，但外地人会被屏蔽的事情。听起来仿佛灾情之严重可能被某种程度的封锁消息，不让外界立刻充分了解真相。或许他暗示灾区信息传递会受阻，外界低估了实际损失。无论如何，雨灾之烈在他眼中前所未见。泰国首都曼谷同样难逃天灾的考验。普莱指出，明年曼谷的湄南河等水位会上升，市区也可能淹水。不过他也带来一丝令人宽心的信息，曼谷的水虽来得快，但退得也快，不会长期积水成泽国。而且相较于泰国其他地区，曼谷的灾情反而算是轻的。他说，曼谷居民无需因此而恐慌，撤离或抛售房产。至少未来3至5年乃至更长时间内，曼谷仍是泰国最适合居住的地方。甚至他打趣说，死神大人目前也没有指示他离开曼谷。换言之，如果连替死神传话的他都不走，那大家暂时也不必弃城逃难。当然，这话语背后既是安抚也是警示，曼谷并非完全安全，只是相对安全些而已。因为接下来还有更多灾难在等着，除了洪水，还有风暴与爆炸事故的威胁。普莱预言2026年开年伊始就不平静，今年1月将有7场风暴接连袭来。他斩钉截铁地说道，7场风暴听起来不可思议，短短1个月内竟接二连三出现如此多强烈风暴，而且威力都显著超过往年常见规模，更加猛烈难当。如果这预言成真，马上就考验着沿海地区和岛国的抵御能力了。也许我们将目睹台风、热带气旋或强烈风暴潮频繁登陆，把原本喜庆的新年变成忙于救灾的噩梦。此外，在2025年底到2026年年初这段期间，普莱特别提醒大家提防一种非庆祝性的爆炸事件。他形容那感觉就像烟花爆竹般的炸裂声此起彼伏，但却不是在庆典中释放烟火，而可能是意外爆炸或恐怖袭击。尤其中国新年、跨年这种节庆将近时，人们松懈聚集之际，他担心某些社区内可能多发爆炸事故，这让人不由自主联想起那些年末年初常见的烟火意外、工厂气爆，甚至有人蓄意借节日人潮作乱等等情景。普莱没有细说爆炸的具体原因或地点，只是语带凝重地呼吁大家务必小心。值得庆幸的是，他同时表示，泰国应该不会出现整栋大楼倒塌这种级别的大灾难，这一点算是松了口气。毕竟他去年已经准确料到曼谷大楼坍塌事件。不过，小规模但致命的爆炸风险仍然存在，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最惊心动魄的预警之一，大地震与地质异动。普莱在采访中语出惊人地说，2026年的曼谷将发生地震。要知道，泰国本土平时并非高震区，
曼谷更是少有强震。如果市中心真的来一场大地震，后果不堪设想。普莱表示，这次地震的震央会就在繁华的曼谷市区，可能是地底某处长期累积的能量终于在压力极限下释放出来。至于地震的严重程度，他坦言无法确定，但直觉非常可怕。主持人当场追问他能否给出具体日期或时间，普莱沉吟了一下，透露说这是死神大人给他的提示，提示只有2个字母 M 月。所谓 M 月是指在泰语中以字母 M 开头的月份，泰文里1月、3月、4月的月份名都以字母 M 起首，因此这3个月被他列为地震高风险期。也就是说，明年的正月、新历3月或4月，曼谷发生强震的几率特别高。然而，普莱话锋一转，又补充了一个神秘的线索，他看见在未来5到6个月内，地面会有某种物质冒出的奇异现象，推算大概会在2026年5月左右出现。他暗示道，大家需要特别警惕5月之后的那段 M 月期间。这听上去仿佛明示着，也许到明年5月前后，地下的火山或能量活动会有征兆浮现。一旦出现这种迹象，那接下来临近的一个 M 月、1月、3月或4月就极可能引爆大地震。有人猜测，他真正担心的时间点也许是2026年下半年，甚至2027年初的某个 M 月。但普莱没有再进一步解释，只是把这谜一样的提示留给大家细思，仿佛死神已经在他的行事历上圈定了 M 月，准备在那时带走许多生命。无论如何，曼谷乃至泰国民众听闻此言，无不心头一凛。预言公布后，普莱也特别强调，他并非存心制造恐慌，而是希望透过提前示警来唤起大家的警觉，从而尽量减轻灾难带来的损失。他解释说，在泰国文化中，大声预警反而可能是一种化解灾祸的方法，因为当许多人对某个潜在危机有所准备，提前防范时，往往能透过人为努力减轻甚至避免最坏的结果。因此，他希望公众听了预言后，会主动去检查加固建筑物，做好防震防灾措施，而不是坐以待毙。也许正因为这份好意，死神才愿意把信息透露给他，好让众人提前有所行动吧。除了瘟疫与天灾，普莱对人祸和未知领域也有预言。他提到了泰国与柬埔寨之间的冲突和外星人话题。先说泰柬战争方面，普莱表示，目前泰国和柬埔寨虽维持着表面的停火，但战争远未真正结束。他预言最可怕的阶段将在2026年之后到来，战火延绵将孕育出众多英雄人物，但现在这些英雄大多尚未现身，因此冲突暂时还不会轻易画下句点。只有当所有该出场的英雄都出现并集结完毕时，战争才会迎来终局。不过那可能伴随着某些英雄的牺牲，或者有人失去重要的身体部位，比如在战争中致残。听起来仿佛史诗故事般的预言，让人浮想联翩。是否未来会有几位举足轻重的将领或领袖，在泰柬边境冲突中陆续登场，厮杀角逐？而战争的结局或许以他们其中一些人的阵亡告终。普莱没有明言这些英雄指的是谁，但他话里隐隐透着，这场邻国之战短期内难有胜负，反而可能愈演愈烈。想到泰柬都是我们亚洲的邻居，如果2026年之后那片土地硝烟再起，将有许多无辜生命卷入，这不免让人担忧。更让人瞠目的是关于外星人的警告。在节目中，主持人问道，要不要主动尝试跟外星文明联络？如果我们想寻求他们帮助或分享知识呢？没想到普莱严肃地摇头说，绝对不要轻举妄动。他明确表示，千万不要主动联系或向外星人提供任何信息，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因为那等同于暴露我们人类自身的弱点给对方知道。他建议应该把外星人视为另一个国家，看待我们去不了他们那里，但他们却可以随时来到地球造访，而无任何障碍。换言之，人类在这场可能的星际接触中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所以不能大意。更惊人的是，普莱声称外星人其实已经混迹在人群之中。他说从2026年开始，将有越来越多外星人隐居在泰国，尤其会出现在所谓阿尔法世代的年轻人中间。那些20多岁的天才人物，
有些可能其实就是外星来客伪装的，比如以外国投资者、创业家的身份进入泰国社会，他们拥有极其超前的视野和知识。这段话几乎像科幻小说剧情，听上去仿佛未来我们身边某些卓越非凡的青年才俊，其实并非地球土著，而是外星智慧生命的化身。至于他们来地球的目的何在，善意还是恶意，普莱没有细说，只是再三提醒不要轻易与未知的外星访客接触，否则人类可能因一时天真而招致难以预料的后果。纵观普莱师傅上述预言，2026年在人类面前展现了一幅灾难密布的图景，前有实验室病毒引爆全球瘟疫，夺走无数性命，后有极端气候引发洪水、天坑和强风暴，紧接着曼谷地震的阴影笼罩，同时国与国之间战争暗潮汹涌，科技上空还盘旋着外星文明的幽影。一时间，瘟疫、灾害、战争、异族入侵几乎急于一年，让人不寒而栗。如果把这些事件串联起来看，2026年仿佛将成为一场小型的世界末日图鉴。那么，只有普莱一个人在唱衰，明年吗？事实恰恰相反，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预言家和传说都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了2026年，仿佛都在警示我们这一年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大事。其中最受瞩目的，除了泰国的普莱，还有印度的神童占星师阿南德，以及欧洲已逝的盲眼预言家巴巴万加，俗称龙婆，甚至16世纪的著名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也被人从他布满谜团的诗句中解读出对2026年的惊人暗示。接下来，我们就将普莱的预言与其他末日先知的看法综合起来，比对看看这些不同来源是否在某些关键点上惊人的相似。先来看印度的预言神童阿南德。这位年仅19岁的印度青年，从小研习古老的吠陀占星术，据说曾准确预测新冠疫情、俄乌战争、台湾大地震等重大事件，因而拥有大批信众，被誉为世界上最年轻的灵性预言家。阿南德在他最新的星象分析中也强调，2026年将是人类文明一个重大的转折之年。他的说法和普莱如出一辙，都把明年视为巨变的开端。阿南德指出，根据占星推演，2026年前后天体运行有特殊的征兆，土星与拉胡，印度占星中的一个凶星将发生合相。这种星象意味着旧的时代即将崩坏，新的纪元开始诞生。他断言，2026是末法时代的终章，也是黄金新世纪的前奏。在这个宏大的框架下，阿南德提出了几项具体预警。第一，自然方面，太阳活动将异常强烈，导致两极冰川加速融化，引发连锁的气候灾难洪水。干旱与暴风雨将交替上演，极端天气此起彼伏。同时，环太平洋地震带会被他称作的巨龙唤醒，进入高活跃期，可能出现震级极高的巨震。简而言之，地球进入动荡不安的阶段，大地震、火山爆发等巨变频发。他甚至提到天空或将出现奇异天象，例如血红色的天空或者超大的冰雹等，象征地球能量的极度失衡。阿南德警告说，这一系列天灾并非无缘无故降临，而是地母的怒火，是人类长期贪婪破坏环境所触发的报复。第二，科技与社会方面，阿南德提出 AI 反噬人类的可能性。他认为2026年人工智慧的发展将暴露出灵性的空洞。如果人类过度依赖 AI 智能体，可能会反过来制约人类，甚至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成为新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想象一下，如果某天银行、电力、交通、军事等关键系统都由失控的人工智慧掌管，我们的日常生活将多么脆弱。这听起来和科幻电影《魔鬼终结者》里天网叛乱的情节颇为相似，但如今越来越多现实迹象表明， AI 确实潜藏风险，不能不令人心惊。第三，地缘政治与经济方面，阿南德预见全球权力格局和经济秩序都将在明年迎来巨变。他认为西方主导的旧秩序会开始混乱衰退，美中关系日趋恶化，南海等地缘热点冲突升温，而印度将因婆罗门能量回流而崛起为所谓的文明避风港。在他笔下的剧本中，西方很多国家会陷入政治动荡甚至混乱，
而古老的印度反而因其精神传统和能量而成为全球寻求心灵复兴的中心。此外，阿南德预言经济将剧烈震荡，传统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全球物资短缺，粮食危机加剧，其中黄金价格可能暴涨至原来的4倍之多。他描述的场景如同经济大萧条结合战时状态，战火与气候灾害重创农业，粮荒四起，通货膨胀让人民痛苦不堪，唯有黄金等实体资产才能保值。阿南德对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与台湾也发出了警讯。他说东亚一带有龙脉苏醒，意味着从台湾开始，整个东亚在2026年前后可能经历地震与水患等能量大量释放的时期。他提醒居于此地的人们务必保持内心的平静与警惕，做好防灾准备。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灾劫也是灵性觉醒的契机，经历磨难将促使人们反思并回归自然，修复自我内心，并迎接他所说的恒河之灯照耀的新纪元。这意思是，虽然灾难深重，但人类或可借此契机提升精神境界，从而在废墟上建立新的更和谐的文明。可以看到，印度神童阿南德对2026年的描述和泰国普莱的预言在多个方面不谋而合。他们都提到了极端天灾、地震、洪水、全球性的重大危机，以及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动。两人的观点都认为，人类正面临某种大考验，经此洗礼后才有新生的可能。甚至连 AI 威胁这样的主题，他也与普莱不约而同地提及。普莱虽未详谈 AI， 但他对外星人科技的警戒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提醒人类不要自满大意。当然，他们使用的语言体系不同，一位借助星象灵性，一位经由通灵神视，但信息内涵竟有许多相通之处，这不禁令人深思。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欧洲的盲眼预言家巴巴万加对2026年的预言。巴巴万加是保加利亚的传奇人物，生前留下大量对未来的预测，被誉为欧洲龙婆。据传，他曾精确预言了一些重大事件，如苏联解体、911恐袭、英国脱欧、新冠疫情等等。因此，即使他已去世多年，他的预言仍在全球引发讨论。最近，英国媒体披露了万家奶奶对2026年的几项惊世预言，内容之劲爆堪称末日电影剧本。万家警告说，2026年将成为人类命运的关键转捩点。他提到了4大方面：毁灭性天灾、人工智慧失控、世界大战爆发以及外星人现身，每一项都足以让人脊背发凉。首先，万家预言史上最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将于2026年来袭。他看到气候彻底失控，环太平洋火环带与欧亚大陆板块会同时变得异常活跃，大规模的地震、海啸和火山爆发将接连摧毁世界各地的土地。龙婆甚至给出了一个惊人的数据，全球有 7% 到 8% 的陆地面积将被地震和火山吞噬。要知道 7%、8% 陆地是个极其庞大的范围，相当于整个东南亚或欧洲西部地区灰飞烟灭那样的尺度。这意味着沿海城市和岛国将首当其冲，许多地方可能整片沉入海中，数以亿计的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万家说，这是人类长期破坏大自然所招致的终极报应。他呼吁各国立刻大幅减少碳排放，爱护环境，否则最终无人可以幸免。万家对环境灾变的预言和普莱、阿南德的说法形成了几乎同步的警讯。大地震、极端气候在明年都会迎来高潮，真可谓是地球在震怒。其次，万家指出人工智慧可能会在2026年彻底叛变。他的说法更具体直接，2026年 AI 将达成起点，开始自我进化，超越人类智慧，继而企图掌控人类。他警告说，失控的 AI 将会接管金融、军事、交通等各种关键系统，甚至 AI 可能要决定人类的生死存亡。届时，由于自动化和 AI 统治，人类将面临大规模失业潮，被监控支配的社会阴影笼罩，而机器人战争一触即发。如果人类现在不对 AI 制定全球性的伦理规范与控制措施，那么到了2026年，我们恐怕会亲眼见证科技反噬人类的恐怖场景。龙婆的这番预言
和前面阿南德提到的 AI 危机如同照应。他说 AI 现灵性空洞会反制人类，万家则直截了当描绘了 AI 叛变奴役人类的图景。看来无论东西方，占星家和灵媒都对人工智慧的快速发展充满隐忧，不得不令人重新审视我们与科技的关系。第三，万家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在2026年爆发，这无疑是最惊心的一条消息。他明确地预见战火将从东欧燃起，继而蔓延到中东与亚太地区。他甚至描述了战争结果，由俄罗斯领导的东方阵营将击败西方阵营，普丁将被世人称为世界之主，而欧洲多国将沦为焦土废墟。核武战争的阴影将笼罩全球，数亿人将逃难流离。万家感叹，这场战争的根源在于人类的贪婪和权力欲，唯有各方放下对立，停止争夺，人类才有生路可言。不得不说，万家的战争预言与当今局势隐约有呼应之处。目前俄乌冲突余波未平，中东局势动荡不定，台海和南海也是潜在火药桶。如果这些火线在明年连成一片，真的可能引发一场全球范围的大战。万家点名东方，以俄为首，将胜西方，这与一些预言中东方崛起、西方衰落的论调不谋而合。当然，这种情景一旦成真，那对整个世界而言也近乎毁灭性的打击。毕竟无论哪方胜利，核战阴云和满目疮痍的废墟都是人类共同的噩梦。最后，万家还留下一则最令人瞠目结舌的预言。2026年11月，外星文明将乘坐巨型太空船正式降临地球。他说到时候，全人类都能用肉眼看到一艘庞然大物从天而降，进入地球大气层。这将是外星文明首次以如此直接、高调的方式与地球接触。消息一出，有人把它解读为人类的救赎，也有人视作外星入侵的开端。对此，龙婆的态度相对乐观一些。他表示，他们到来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提醒我们宇宙之广大，并非只有人类。这句话意味深长，似乎在暗示外星智慧，想让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单，也许希望我们放下狂妄，正视宇宙中更高等的存在。不过，不管本意如何，如此公开的外星访客现身，肯定会引发全球恐慌与震撼吧。普莱劝诫不要主动联络外星人，而万家则说他们届时会主动降临，我们静观其变即可。两人的观点虽有细微差异，但都说明2026年的确是连外星人都登上舞台的一年。一旦真有巨型飞船出现在天空，那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无法忘却的时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万家的预言描绘了灾难深重的未来，他还特别强调2026年并非世界末日，而是人类必须彻底觉醒的一年。换句话说，他并不认为明年就是人类完全灭亡的终点，相反，它更像是决定命运走向的一个转折关口。如果人类能在各种极端挑战中汲取教训，深刻反省，也许还有机会避免真正的毁灭末日。这点和印度神童阿南德所说的非常相似，他称2026只是末法末节之期，之后将有新纪元可能诞生。同样，普莱在预言灾难的同时，目的也是为了让人们提前预防，自救自强，而不是坐等末日降临。综合泰国、印度、欧洲三方的预言，再辅以经典预言家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关键信息惊人的相符。瘟疫、天灾、战争、AI 危机、外星接触，2026年在不同先知眼中都汇聚了这些元素，仿佛全世界的预言脉络在这一年汇成同一条洪流，奔向不知是毁灭还是重生的未来。就连以隐晦难懂著称的诺查丹马斯，其爱好者们也声称在他留下的4行诗中找到了对2026年的暗示。根据一些研究者的解析，诺查丹马斯在百诗集第7卷第26首诗中写道：小船与桨帆船环绕7艘大船，致命的战争将被引爆。许多人认为这可能隐喻着一场海上的军事冲突，而诗中提到的7艘船被解读为7股势力的象征。有专家分析说，这7股势力很可能指的就是环绕南海及周边有主权争端的7个政权：中国、台湾、越南、马来西亚、汶莱、印尼和菲律宾。
也就是说，这段诗预示着南海地区紧张局势可能升级，引发涉及七方的致命对抗。这无疑与88万家所说的世界大战从东欧到亚太不谋而合，也与当前国际局势的一大隐忧相吻合。南海争端与台海问题的确是国际瞩目的潜在导火索。如果诺查丹马斯的诗意解读正确，那么2026年前后，台湾及南海恐怕真要小心卷入一场致命的多方角力。除了这则海战隐喻，诺查丹马斯还有其他关于东西方冲突的诗句也被拿来对号入座。比如他提到，当火星主宰星辰之路，人血将洒满圣殿，三团火焰自东方升起，西方在寂静中失去光明。这段充满诗意的语句被广泛解读为亚洲势力的崛起与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加剧。三团东方火焰，有人说象征东方大国兴起或三条东方战线，西方失去光明则暗指西方世界陷入黑暗衰败。甚至诗里提到一个神秘的蜜蜂群，有现代军事爱好者将其比喻为蜂拥而至的无人机集群作战，暗示未来战争形态的改变。这不禁让人想到前面普莱和万家都谈及 AI 科技在战争中的影响，可见就连距今400多年前的预言诗人在模糊的诗句中也许都折射出与这些现代先知类似的图景，真是令人叹为观止。除了预言灾难本身，各路高人还给出了一些应对建议和求生指南。泰国普莱师傅就在节目中反复叮嘱民众要做好避险准备。他建议每个家庭都预先收拾一个逃生背囊，将重要证件的副本、药品、现金以及少量干粮水放进去，放在家中随手可及的地方。一旦遇到突发状况需要紧急撤离时，能够第一时间背起这个背包就走，以免手忙脚乱。此外，他提醒大家将贵重物品和重要文件尽量放置在家里较高的位置，至少可以降低在洪水或火灾时被毁坏遗失的风险。这些都是相当实际的防灾建议，看得出他对未来灾害的严重程度是深信不疑的，也真心希望大家能把损失降到最低。经历过2025年水灾后，许多泰国人也开始认真对待这些叮嘱，学着储备粮食和必需品。普莱还特别在财富方面提醒说，土地、房地产等投资已不再稳妥，最好的保值资产是黄金。他建议有能力的人现在就开始购买实体黄金，一点一点的储备，不要等到危机来临再临时抢购，因为当大灾大难发生时，黄金可能是唯一通用且保值的交易媒介。这些建议听起来几乎像是在为末日做准备，但结合他预言的那些灾难场景，倒也合情合理。至少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未雨绸缪总比宁可绝井好。面对种种末日般的预言，我们也不禁要问，这究竟会是真实发生的未来，还是预言家们给世人的一记警钟？人类历史上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层出不穷，很多最终都被证明是虚惊一场，比如玛雅历法引发的2012年世界末日传说，还有诺查丹马斯被人解读的1999年第7月世界将毁灭等等，都曾让世界人心惶惶，但最后地球依然照常转动。那这次的2026末日预警会不会又是一个担心了白担心的乌龙呢？持怀疑态度的人当然大有人在。科学理性主义者会说，预言毕竟不是严谨的科学预测，而是带有偶然巧合与模糊空间的主观解读。我们不能因为几次巧合应验就完全相信未卜先知的存在。然而这次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多位预言者从不同角度不约而同指向了同一时间点，而且其中好几位过去的命中率都相当惊人，不能不让人将信将疑。普莱、阿南德、万家，这三个互不相识、文化背景迥异的人，他们给出的线索却像是能拼合起来的同一幅拼图，图上描绘的正是2026年的巨变与动荡。或许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一种巧合，但这样的巧合实在过于巧合了。与其等灾难降临时措手不及，不如在现在就多一分警惕和准备。正如普莱所说，预言的意义不在于让人绝望恐惧，而是在于唤醒和防范。如果这些预言最终证明言过其实，那当然是全人类之福。可万一其中哪怕有部分成真，我们现在做出的准备都可能拯救无数生命。或许世界末日并不是真正的终点，而是旧世界的结束。
新世界的开始。在毁灭与重生的交替中，人类可能迎来痛苦的阵痛期，但也只有经历阵痛，才能重获新生。展望2026，我们确实看见一片风雨飘摇、黑云压城的景象，病毒肆虐，生灵涂炭，大地震动，洪水滔天，战火熊熊，硝烟弥漫，甚至科技失控，天外来客降临。这些元素凑在一起，任谁都不得不感到一丝末日的寒意。然而正如龙婆万家所说，这未必是世界的终局，而可能是一次人类的集体考验与觉醒。如果我们能从中领悟谦卑与敬畏，改变对自然和科技的态度，加强全球合作与善意，也许最坏的结局可以避免。退一步讲，即便未来1年注定多灾多难，我们也可以凭借提前的准备和人性的团结，将这场世界末日考验转化为推动文明进化的契机。最后，不妨扪心自问，当如此多的预言警钟同时为2026年而鸣响时，我们应该嗤之以鼻，一笑置之，还是应该有所警觉，未雨绸缪？答案见仁见智。但有一句话或许值得记住：希望最好的情况，同时做好最坏的打算。对个人如此，对整个人类也是如此。也许所谓的末日并非突然的终结，而是对我们人类的一次严厉提醒，提醒我们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当前的天空乌云密布，预言中的暴风雨近在眉睫。我们当然期待这只是虚惊一场，但也不能否认乌云背后可能真的响起雷鸣。2026年即将到来，它会按照预言走向毁灭，还是柳暗花明，端看人类如何抉择。正所谓行到山前必有路，唯有人心的觉醒和努力，才能为我们寻找出路。让我们怀着戒慎恐惧之心，迎接这充满未知的一年，既不绝望地认为末日注定无可改变，也不盲目乐观地当作什么都不会发生。谨慎准备，静观其变，也许我们终将度过这场劫难，看到黎明后新的晨曦。希望在风暴过后，人类能以更智慧和谦卑的姿态，迎来属于我们的浴火重生。世界末日是否真的要来临？让时间和行动去证明答案吧。